人类终于获得了胜利。曾经有6个大恶魔企图毁灭这个世界，如今他们已被全部消灭，包括最后一个毁灭之海的大恶魔。巨大的魔物尸骸散落在荒凉的战场上，一切都结束了。然而，世界的大部分地表已被恶魔释放的死海吞噬，人类正处于灭亡的边缘。李世勋低着头，脸上沾满血迹，说道：“该死！”看着被淹没的城市，独自站在断裂的大桥上，明明赢了，为什么感觉像是输了？幸存的英雄已不复存在，连支撑大地的英雄之塔也已经崩塌。即便大恶魔已经死了，这片诅咒之海也不会消失。连成河走近说道：“你一个人演得挺像回事，别人还以为活全是你一个人干的。”路易斯冷笑道：“装死躲过战斗的混蛋，竟然还有脸说大话。”阿米尔捂着额头说道：“我早就说过，他只是想趁老大对付军团，自己在这里搭便车。”李世勋冷冷地看向3人：“如果不是我打造的装备，你们早就变成尸体了，别再装模作样了。”最后的铁匠李世勋，连成和握紧长枪说道：“你这小子！”路易斯摇了摇头：“你真是不可理喻。”世勋，李世勋打断道：“闭嘴吧，小鬼们！如果有意见，就把装备还给我。”3人瞬间沉默。站在眼前的这3个人被称为3犬，他们从不站在人类一边，也不属于魔界，只随自己的心意行动，为了利益不择手段，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。虽然他们是自私的混蛋，却是活到最后的人，并最终达成了伟大的功绩。曾经并肩作战的瞬间，已随着红龙的咆哮消失在记忆的尘埃里。如果他们能早点处理，结果是否会有所不同？李世勋蹲在地上，看着破碎的大地说道：“还有活下去的希望吗？”连城合拄着长枪，单膝跪地说道：“我到此为止了，内脏已经彻底粉碎。”路易斯捂着伤口，靠在废墟边回应道：“我这边也一样，因为诅咒，血根本止不住。”阿米尔声音微弱的说道：“我的心脏被刺穿了，我也没救了。”李世勋闭上双眼，长叹一口气说道：“所以你们当初就该从一开始就帮忙。你们这3条狗只在乎自己的利益，对其他一切都无动于衷。”突然察觉到异样，猛地睁开眼睛，3人的气息彻底消失，在这片死寂的战场上，只剩下他一个人。李世勋看着满地尸骸，直到最后，你们都是些难缠的家伙。用力将巨剑拔出，金属摩擦声在死寂中回荡。李世勋将3把武器整齐地插在废墟之中，以后要好好爱护装备啊！这种状态，连我也没法修理了。这些废墟就当做你们的墓碑吧。李世勋脸上沾满血迹，眼神中透着疲惫。汹涌的死海之水正不断吞噬着最后的立足点，看着漫过脚下的紫色海水，轻声问道：“很快就轮到我了吗？”李世勋看着自己的手掌，终于要结束了，猛地按住胸口，指缝间溢出耀眼的蓝光。正在从实验体李世勋提取连接感应，亲和力提取开始，与创造者的连接等级判定为负值。一颗巨大的发光晶体从他的胸口缓缓浮现，被他稳稳托在掌心。李世勋浑身血迹斑斑，注视着这块改变命运的晶石。固有技能姻缘铁匠可以从产生姻缘的对象中提取特殊的矿石，效果取决于对方的潜力以及姻缘的强度。李世勋看着手中的晶体，苦笑着说道：“就算是用在我自己身上，也只是比铁矿石更糟糕的废料而已。”无色矿石从李世勋身上提取，内部空无一物。如果能早点觉醒就好了。既然这里面什么都没有，那就把折磨我的悔恨全部灌进去吧。李世勋举起沉重的铁锤，用尽全身力气，狠狠砸向那块无色矿石。李世勋挥动铁锤，现在听到的声音是毁灭之海的咆哮，还是我一直听到的浪潮？唯有一件事可以肯定，每当这种声音在耳边回响，超越想象的事物总会随之诞生。李世勋用尽全力砸下最后一锤，耀眼的白光冲天而起，贯穿了黑暗的天空，将整片大海照得通亮。李世勋看着手中的短剑，直到最后，我还是这么没有天赋吗？本以为能打造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杰作，哪怕是用我自己的姻缘石，结果竟然这么普通。与其被那些海浪卷走，毫无尊严的死去，不如由我亲手终结这一切。李世勋眼神一冷，猛地挥动短剑，刺向自己的胸口。我真是疯了！临死前做的最后一件事，竟然是挥动铁锤。但在锻造出最后一柄剑时，我终于意识到了，自从觉醒魔力以来，耳边频繁响起的浪潮声，那并不是毁灭之海的咆哮，而是某种更深层的指引。李世勋在深水中不断下沉，意识逐渐模糊。我一直在想，那声音到底是什么？原来是毁灭之海。如果我能早点意识到，结果会不会不一样？或者我应该更努力的去说服那3条狗？身体变得越来越轻，仿佛要融化在这片无尽的黑暗中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不，如果我能早一点为了他人挥动铁锤，或许很多事情都会变得不一样。装备意象已经显现，姻缘技能回归本源，正在锻造中。短剑在深海中散发出幽暗的蓝光，周围的空间开始扭曲，原本平凡的刃口，此刻正汇聚着足以逆转因果的力量，意识被强光吞没，一切都在崩解重组。姻缘技能回归本源，锻造完成。耳边的嘈杂声逐渐清晰。什么？我还没死吗？韩助理双臂交叉在胸前，神情严厉地喊道：“学员李世勋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”学员已经31年没听过这个词了。韩助理在耳边大声喊道：“入学考试的时候，你竟然敢发呆！”李世勋猛地回过神，入学考试，如果是31年前，难道这里是巴别？工房内炉火升腾，到处都是打铁的声音，这是死前的走马灯吗？等等，李世勋低头看向悬浮在眼前的系统面板，装备意象已经显现，这正是我死前看到的那个意象。回归本源，难道真的是因为我用自己的姻缘石打造了那件装备吗？韩助理盯着他说道：“这是最后一次警告，学员李世勋，如果你再不认真对待，我就把你踢出去。”李世勋低下头回应道：“好的，回归。如果我能早点察觉到这份力量，
如果这一次我能更早的挥动铁锤，我能改变这一切吗？不，那都不重要。握紧手中的铁锤，重重砸在锻造台上。只要我能变强，一切都会随之改变。只有一件事最重要，我必须抓住现在摆在眼前的机会。既然如此，这一次我一定会守护好一切。这一世，我一定要进入八贬，遇见那3条狗就是一切的开始。李世勋抡起铁锤，重重砸向铁针，火星四溅。金忍者猛地回头看向正在打铁的少年，露出惊愕的神色。那个学员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铁锤不断落下，火星在铁针上迸溅，动作看似缓慢，节奏却完美无瑕。清脆的敲击声没有任何杂音。李世勋握住剑柄，仔细打磨剑身，他的锻造技术绝对是顶尖水准。锻造室内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在注视。怎么可能？这种品质是怎么回事？韩助理瞪大眼睛，这真的是他做的吗？金忍者神情凝重，竟然有这种怪物来参加申请，如果交出这种作品，他会瞬间通过考试。李世勋高举铁锤，对准通红的金属，全力砸下，剑刃在重击下崩碎，碎片四散飞溅。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作为一名铁匠，我绝不能容忍拿出这种垃圾炫耀。他再次挥动重锤，将剑身彻底砸碎。韩助理惊叫道：“你疯了吗？竟然在教授面前亲手毁掉武器！你以为锻造是玩笑吗？”李世勋看向考官说道：“我想重新做一次作业。”韩助理愤怒地喊道：“喂，你这个学员！”金忍者打断道：“韩助理，去给他拿些新材料来。”韩助理愣在原地问道：“长官？”金忍者双手抱胸，冷冷地回应道：“规则里没有禁止重做，还是说要我亲自去拿？”韩助理吓得浑身冷汗，慌忙回应道：“啊，不，长官，我这就去拿。”他转过身，连滚带爬地跑向仓库。金忍者盯着少年：“你应该知道考试时间只剩下40分钟了吧？”李世勋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是的。”金忍者继续问道：“即便如此，你依然觉得砸碎它是正确的选择吗？”李世勋看着地上的碎片，眼神变得锐利：“那种东西，我绝对无法作为作品提交。”金忍者拖着下巴，露出一丝笑意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尽你所能吧。”李世勋转过身，双眼映照着炉火，金色的瞳孔中仿佛有火焰在燃烧。他重新站到锻造台前，周身气势陡然升腾。用这具身体进行完美锻造，确实非常困难。我的魔力，我的体力，加上剩下的时间都不够了。现在的最佳选择是……韩助理在远处惊呼道：“他在干什么？那个小鬼竟然把魔力注入点火石！”他冲上前大喊道：“喂，你在干什么？如果点火石着火，会发生爆炸的。”好快！李世勋动作迅猛，将发光的矿石投向火焰。围观的学员议论道：“没搞错吧？他疯了吗？”轰的一声巨响，五彩斑斓的火焰从炉中疯狂喷涌。韩助理惊恐地喊道：“着火了！快拿灭火器来！”他冲到金忍者身边：“教授，快把火灭掉！”金忍者按住他的肩膀说道：“别管他，学员们慌张也就罢了，连你也这样吗？”韩助理愣在原地。长官，李世勋注视着炉火，五色火魔，这是通过5种点火石产生共鸣后所形成的超高温火焰。他站在绚烂的火光中，嘴角微微上扬。这需要精准的魔力控制，但即便魔力微弱，也是一种绝佳的技术。李世勋站在炉火前，火焰映红了他的脸庞。围观的学员惊呼道：“什么？竟然没爆炸！等等，金属锭的颜色变了。”李世勋用铁钳夹出通红的金属，火焰在表面流转。金忍者注视着少年，原来这就是他的目的。他利用点火石的共鸣，瞬间提升热量，改变了金属的特性，这样确实能大幅缩短锻造时间。金忍者双手抱胸，但考试只剩30分钟，时间依然非常紧迫。他之前的锻造确实令人印象深刻，但如果仅此而已，他绝对无法按时完成。李世勋挥动重锤，金属在撞击中变形，重锤不断落下，火星在铁针上炸裂。他将剑刃深入，五彩斑斓的烈焰，高温瞬间席卷全身，汗水顺着脸颊滑落。李世勋突然咬紧牙关，握锤的手剧烈颤抖，皮肤被热浪灼伤。该死，魔力已经耗尽了，保护层正在消失。这具身体真是个累赘。考试一结束，就必须立刻开始训练。即便如此，我也不能浪费1秒钟。他完全不顾伤痛，将身体推向极限，重锤如雨点般落下，火星疯狂飞溅，映照着他决绝的背影。考场内响起喊声，考试时间还剩最后10分钟。考场内响起急促的喊声，还剩3分钟。李世勋俯下身子，双手稳稳按住剑刃，在磨石上飞速推拉，还剩最后1分钟。他猛地抬起头，眼神如刀锋般锐利，剑身映照出他的面容，寒光一闪而过。所有人停下动作，考试结束。他看着眼前的作品，嘴角微微上扬，说道：“完成了。”李世勋单手持刀，武装5色火刃，制作完成。获得技能火焰匠人。系统界面再次弹出，鉴定结果：5色火刃为高级品质。这把环手刀上刻有5种火焰纹路，刀身压缩了烈焰，它能对魔力产生反应，散发出绚丽色彩，展现了铁匠的潜力。根据注入魔力的性质，刀身的颜色与属性会产生细微变化。韩助理看着鉴定结果，这件武装的等级竟然是高级。李世勋平静地说道：“希望能查看信息窗口，了解更多细节。”金忍者双手抱胸，看着周围的人说道：“谁都能看出来，这绝对合格了。”韩助理兴奋地大叫：“合格！”金忍者一巴掌拍在他头上：“安静点，你这个臭小子！”韩助理缩着脖子回应道：“对不起。”金忍者教授办公室，金忍者缓缓开口问道：“那把剑真的值得你提交吗？”
李世勋抬起头，直视着对方的目光。李世勋平静地回应道：“目前来说，是的。”金仁哲站在窗边，你看起来依然不太满意，我就直说了吧，这里并不适合你，你最好撤回你的入学申请。巴别的名声确实响亮，但精炼系一直没出过什么成果。金仁哲揉了揉额头，这对你来说只是在浪费天赋。李世勋面无表情，眼神深邃而冷静。这些事情我早就已经知道了。巴别的精炼系8年后会因为水平低下被彻底废除，未来培养出世界最强铁匠的地方将是火神学院。金仁哲看着窗外，在未来，火神学院或许会……李世勋打断了他的话：“教授，你错了。”他抬起头，未来的最强不会是火神学院，最强的地方将会是我进入的巴别。金仁哲坐在沙发上问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就必须成为班级第一，你有信心吗？”李世勋回应道：“当然，至少在学生当中，没人会比我更强。”金仁哲交叉双臂问道：“告诉我，你知道巴别选拔首席新生的流程吗？”李世勋回应道：“每个系的前2名会参加追加考试，选出1名候选人，最终的首席将从这些候选人中产生。巴别学院将学生分为3个主要学部：战斗学部阿卡尔库夫、支援学部乌尔、技术学部博尔西帕。每个学部下设数10个系，如数跟班交错。成为学部的首席，意味着在无数系中获得最高评价，是整个巴别公认的顶级天才。”金仁哲看着李世勋说道：“我再说一次，不是以教授的身份，而是以资深铁匠的身份。即便你成为了学部的首席，在这里也很难以铁匠的身份成功去火神学院吧？”金仁哲看着他说道：“那是对你最好的路，比起自己的立场，更优先考虑后辈的前途吗？真是个不错的人。”李世勋回应道：“环境并不重要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我所进入的巴别很快就会成为最强，我所在的地方会成为最强吗？”这些话已经超越了自大，简直是傲慢，但我并不讨厌。金仁哲伸出手说道：“以后请多关照。”李世勋握住对方的手：“我也很期待能与您一起工作，以与目标金仁哲建立连接，与铁匠李世勋的连接等级为1，正在从目标金仁哲身上提取亲和力。亲和力火灵铁等级高，品质中下，蕴含火焰的金属，拥有类似木材的特性，可以将火储存在内部。”深夜，李世勋独自坐在床边，手中悬浮着一块散发蓝光的矿石。李世勋看着矿石，还不算太糟，但只有这种尺寸的话，亲和力提取，一种将关系量化并提取出矿物的技能。这些矿物在过去并不存在，问题是连接等级太低，现在还派不上用场。而且我的各项数值比起巴别的其他新生，简直是一塌糊涂。他关掉系统面板，虽然有很多令人失望的地方，但作为回到过去的代价，这已经很微不足道了。没错，不能太急躁，想要更多就是贪婪了。还有足够的时间去粉碎那些万魔殿的混蛋们。那些怪物不仅威胁人类，更威胁着整个星球。6大魔神毁灭人类，全都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。为了阻止他们，我不能挑剔手段，不能忘记关于未来的细节，必须先找到与记忆相关的工具或技能，进入巴别学院。这第1步计划已经稳了，接下来是……耳边传来系统提示音。李世勋睁大眼睛，这是什么？用户李世勋连接等级已达到1级，已添加技能亲和力印记。1周后，巴别学院。李世勋走在走廊里，又迷路了，是这里吗？他停在房门前，门牌上写着精炼室3号，找到了。推开门，屋内传来声音说道：“你好，李世勋学员。”迈克尔副院长敲击着桌面说道：“你看起来很从容啊，没看到大家都在等吗？”金仁哲回应道：“副院长，距离追加考试开始还有10分钟。”迈克尔冷哼道：“这不是时间的问题，而是态度的问题。”金仁哲低下头：“我会让他更加注意的。”李世勋看着眼前的争执，看来不仅是精炼系处境艰难，他们与高层的关系也很僵持。我明白金仁哲为什么推荐我去其他学院了。迈克尔盯着李世勋，眼神中充满敌意。李世勋正要开口打招呼，却被对方直接无视。迈克尔转过头去，完全没有理会的意思。真是个傲慢的家伙，很久没被这样对待了。门外传来脚步声，一名女性推门而入。哦，大家都已经到了吗？迈克尔立刻站起身，院长，我们一直在等您。李世勋盯着推门而入的人，那个人是柳恩雅，博尔西帕学部的院长。他旁若自然地坐到主位上。柳恩雅看着众人说道：“抱歉，我迟到了。”李世勋的大脑瞬间陷入一片空白。为什么你会从那里出来？那个在矿山里被我救下的女人，竟然是这里的院长。李世勋看着眼前的人，听说他曾在巴别塔工作过一段时间，但是万万没想到，他竟然就是院长。S 级英雄，武器吞噬者柳恩雅。他站在光芒中心，散发出令人窒息的压迫感。他拥有吞噬武器来增强力量的独特技能。在回归之前，他是经常与我交易的老顾客。大雨倾盆而下，柳恩雅独自坐在墙边，喘着粗气。哈，我后悔吞噬了。柳恩雅声音沙哑的说道：“你的武器。”雨水顺着发间滴落，他无力地靠在墙边，整个人被阴影笼罩。李世勋看着眼前狼狈的女人，曾经意气风发的院长，如今却像被世界抛弃。他背着沉重的巨剑，走到柳恩雅面前，居高临下的注视着她。金仁哲大声喊道：“世勋！”李世勋猛地回过神，是的。金仁哲环视两人说道：“现在开始说明考试规则，请集中注意力。考试时间总共90分钟，在这段时间里，你们2个……”汉斯站在一旁，面无表情地听着指令。金仁哲继续说道：“你们需要制作一件武器，来配合上次考试制作的长剑，但是这次考试必须且只能使用炼金熔炼。”他摊开手掌，掌心燃起一团炽热的火焰。至于材料，
这里的矿石你们可以随意使用。李世勋看向后方，木桶里堆满了各种原矿。金仁哲看向台下说道：“作品将由柳恩雅院长和我共同进行评审，所以务必拿出让你们问心无愧的成果。”他猛地挥动手臂，大声宣布道：“那么考试开始！”汉斯露出一抹自信的微笑，李世勋眼神凝重，两人同时冲向材料堆。李世勋系紧围裙，炼金熔炼吗？这需要使用纯净魔力，让元素魔力产生共鸣，从而防止魔力暴走。汉斯在一旁嘲讽的说道：“盯着材料看，就能增加你的魔力吗？”李世勋转过头：“是我听错了吗？你刚才是在跟我说话吗？”汉斯戴上黑色手套，冷笑着回应道：“这里除了你还有别人吗？”金忍者走上前，按住汉斯的肩膀喊道：“汉斯·巴木特，请不要发表任何与考试无关的言论。”汉斯·巴木特，这家伙难道是评委的儿子？汉斯低下头回应道：“我会记住的。”李世勋看着迈克尔和汉斯，难怪他们长得这么像，越想越觉得离谱。汉斯侧过头说道：“看来你已经察觉到了，我是副院长的儿子。”他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抹轻蔑的笑意。一个家世和魔力都在新生中垫底的平民，汉斯出生于炼金世家，巴木特家族拥有媲美2年级的庞大魔力。他伸手抓起矿石，这场考试的结果早已尘埃落定。迈克尔看着考场说道：“青金石和海蓝玉这些材料含有极高的魔力。”柳恩雅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而且它们是蕴含水属性魔力的元素材料。”评委席陷入了短暂的观察。金仁哲皱起眉头说道：“水属性魔力对火很敏感，熔炼起来非常棘手。”迈克尔侧过头回应道：“那是过去的事了，现在的炼金熔炼方法早已与那时不同。”金仁哲双臂交叉说道：“虽然熔炼不受空间限制，但时间取决于施法者，在今天这种情况下，只有30分钟。”迈克尔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抹自信的冷笑。汉斯能在30分钟内合成任何矿石，仅用30分钟就能完成共鸣合成吗？金仁哲睁大眼睛，这种水平连2年级学生都无法企及，更别说是新生了。原来如此，紧迫的时间限制，丰富的材料以及炼金熔炼法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测试真正的炼金天赋。从一开始，他们就选择了有利于汉斯的考试科目。迈克尔露出得意的笑容，柳恩雅看向迈克尔，迈克尔那个老狐狸。李世勋拿起2块矿石，低声说道：“这样应该可以了。”柳恩雅猛地转过头，盯着李世勋的手中，那是海德莱特荷花红石。他竟然选择了属性完全相反的材料。迈克尔斜眼看向李世勋，虽然不清楚他的实力，但这家伙确实有着极强的自尊心。那是高浓度魔力的火属性青金石和海蓝玉，他是故意选择了和我完全相反的矿石吗？真是个愚蠢的疯子。红色矿石在半空中被炽热的魔力包裹，不断阵战轰鸣。凭你那点魔力，永远无法控制花红石。汉斯看着李世勋，嘴角露出轻蔑的笑。看来这场胜利比预想中还要轻松。突然，一道耀眼的蓝光在考场中央绽放，系统界面弹出提示：清河雕刻花岩已激活。李世勋伸出右手，炽热的火焰瞬间迸发，将矿石包裹其中，正在将花岩铁装备至右臂。他猛地攥紧拳头，火焰顺着指缝流淌，彻底覆盖了整条手臂。李世勋站在火光中，右臂宛如熔岩铸就，散发出惊人的热量。汉斯咬紧牙关，那个家伙竟然用这种没用的廉价小花招。李世勋张开双臂，掌心涌出炽热的火浪，3块红色矿石围绕着中心的原石，在火焰中剧烈旋转。他精准地操控着每一丝魔力的流动，矿石在高温下逐渐软化，并相互吸引，发出耀眼的金色光芒。李世勋嘴角上扬，露出一抹自信的微笑。李世勋与汉斯在考场两端各自施法，柳恩雅坐在评委席，注视着2股魔力的碰撞。迈克尔看着李世勋，他打算利用相同属性来产生共鸣吗？真是愚蠢！只用纯净魔力来共鸣元素矿石，这可是基础常识。如果像那样强行操作，最后元素魔力一定会彻底失控暴走。考场中央红光炸裂，火焰如同野兽般嘶吼。迈克尔嘴角下沉，露出一抹阴险的冷笑。那个蠢货终究还是引发了事故。李世勋咬紧牙关，右臂的熔岩纹路爆发出刺眼的红光，将周围的空气彻底点燃。轰隆一声巨响，耀眼的蓝白光芒瞬间覆盖了整个考场，强风将桌椅掀翻。李世勋站在风暴中心，死死按住颤动的矿石。迈克尔被强光晃得睁不开眼睛，这种火力是怎么回事？3团炽热的火球在空中交织汇聚，逐渐拉伸变形。一柄散发着金光的长剑雏形在烈焰中缓缓浮现。李世勋长舒一口气，脸上的紧绷感消失。系统界面弹出提示：已解除装备花岩铁。火光逐渐散去，只剩下长剑在空气中微微嗡鸣。李世勋握住刀柄，系统界面闪烁出耀眼的提示：武器制作完成，恭喜你，武器花翅剑已诞生。柳恩雅站起身，与金仁哲教授一同死死盯着那柄长刀。迈克尔额头渗出冷汗，脸色变得惨白。这不可能，他竟然真的成功了！长刀悬浮在半空，散发出幽幽的蓝光，刀身上的纹路仿佛流动的岩浆。系统界面显示：花翅鞘稀有等级，蕴含火属性魔力。汉斯猛地一颤，他已经成功合成了，而且这么快，这不可能！使用元素魔力时发生暴走才是正常的，难道是我弄错了吗？汉斯双手颤抖，掌心的蓝色矿石在电光中剧烈跳动。迈克尔猛地站起身，等等，快停下！如果把元素魔力强行注入魔石的话，他呆滞地看着前方。手中的魔石瞬间布满裂纹，发出刺耳的破碎声。汉斯整个人被狂暴的蓝色雷电彻底吞噬，耀眼的蓝光在汉斯胸前炸裂，
将他整个人掀飞。下午，锻造系考试大厅，地面布满蓝色矿石碎片。金仁哲看着眼前的2名考生，按照正常情况，经过评估后，你们中的一个本会被推荐为系里的顶级候选人。汉斯捂住受伤的手臂，迈克尔看着眼前的惨状说道：“真是遗憾，竟然以这种方式弃权。既然有学生在考试中受伤，最好还是作废这次成绩。稍后我会宣布重测。”金仁哲转过身说道：“我们不能推翻已经进行的考试，毕竟这难道不是因为汉斯同学的粗心才导致的吗？”迈克尔冷笑道：“金仁哲，看来你比起学生更看重考试结果。”他走向李世勋说道：“目前学术界公布的最快共鸣速度是5分钟，然而你觉得这合理吗？一个刚入学的学生竟然在激活魔力的瞬间就完成了共鸣。”李世勋站在原地。炼金锻造最初是为了在无法正常锻造时，仅靠魔力制造武器而诞生的技术。炼金锻造所追求的，并非传统锻造中通过消耗矿石生命来填充铁匠意志的方法，而是寻找矿石核心，并将其生命力展开，这才是炼金锻造的本质。李世勋看着前方，这就是我刚才所做的，也是锻造学院在经历无数次失败后，最终会找到的答案。这种简单的技巧，几年后就会成为标准，所以并不算什么秘密，没必要跟这种只会狂吠的老家伙解释。李世勋回应道：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迈克尔冷笑道：“果然，你用了卑鄙的手段，一个毫无背景的新生，竟然打造出稀有级武器，就算作弊，也该编各像样的谎言。”李世勋惊讶地看着他：“什么？”迈克尔继续说道：“你说的对，这根本不合理。既然你理解了，金仁哲，这确实太荒谬了。取消李世勋的考试资格，判定他作弊，准备进行重测吧？”迈克尔疑惑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柳恩雅走到桌前，拿起那把长剑说道：“简直不敢相信！”他紧紧盯着长剑，突然大声喊道：“李世勋学员！”李世勋愣在原地。柳恩雅指着长剑：“就一口，让我咬一口就好，不让我舔一下也行。”迈克尔满脸错愕。金仁哲尴尬地说道：“舔一下，就一次。”柳恩雅的肚子发出巨大的轰鸣声，现场气氛变得极其诡异。当天下午，市中心夕阳染红了天空。李世勋走在街道上，手里拎着外套。果然，武器本身的完成度还算不错，但细节调整依然不够成熟。不过，看到副院长巴木特气得发抖的样子，真是个奇观。李世勋走在街上，忍不住笑出声。等等，仔细想想，巴木特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耳熟。巴木特，巴木特，巴木特，我想起来了。露易斯·瓦伦特在回忆中愤怒地说道：“当初在巴别塔，我听那混蛋的话，买了把便宜武器，结果那东西突然爆炸，害得我魔力烧伤，变成了现在这副鬼样子。如果不是因为那混蛋……”李世勋停下脚步。那个让疯狗露易斯留下终身创伤的铁匠，名字就叫巴木特。难道那个汉斯·巴木特就是那个铁匠？我这一世的首要目标是尽快接触那3条狗，并让他们改邪归正。但现在看来，没必要对疯狗这么做了。李世勋露出微笑，只要我能压制住汉斯，疯狗就不会走上歧途。波尔西帕教职员会议室传出一声惊呼：“你想让李世勋学员成为波尔西帕系的首席？你是认真的吗？”即便如此，这也太离谱了。柳恩雅双手交叉，冷冷地问道：“你是在反对吗？”一位教授缩了缩脖子：“不，与其说是反对。”柳恩雅打断道：“比起反对，这更像是我的建议。”迈克尔看着柳恩雅说道：“毕竟你上任的时间还不长。”院长，柳恩雅面无表情。其他教授议论纷纷。确实，那名学员的武器令人印象深刻，但或许我们应该更谨慎的评估。金仁哲插话道：“那是因为各位教授还没见过李世勋学员打造的火红草，即便工艺精度尚有欠缺，但考虑到他使用魔力的方式以及与五色图的兼容性。”眼镜教授看着资料说道：“我还是不太确定。”一名教授质疑道：“就算再怎么令人惊讶，我还是怀疑他是否有这种程度。”柳恩雅站起身说道：“这把武器的完成度恐怕还不到李世勋学员最初预想的60%，而正是这种不完美，才说明他拥有无限的潜力。如果在看完李世勋学员的首席演示之后，你们依然无法接受我的决定，我会辞去院长的职务。54年前，上天赐予人类英雄之塔，以此引导人类进化。”路德维希站在高台上说道：“作为回应，弟弟释放了魔界沼泽，污染了所有生命。我们获得了新的可能性，但也面临着巨大的灾难。巴别学院便诞生于那场混乱之中。”李世勋看着远处的讲台，路德维希继续说道：“这座坐落于太平洋中心的史上最伟大的学院，多年来培养了无数英雄。”路德维希说道：“你们所有人都将成为英雄中的一员，向前迈进吧！这是赋予你们的重担，也是你们作为英雄的职责。”李世勋坐在台下，注视着远方的皇帝，升天帝国的皇帝路德维希。李世勋看着他，这样看的话，他确实像个体面的人，虽然实际上并没那么伟大。司仪在台上说道：“接下来由今年的顶尖新生进行演示，请各系的首席学员上台。”李世勋走向台前：“各系的首席吗？在前世，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仅仅因为在学院表现出色，就表现得如此高傲。”李世勋站在竞技场中央，握紧手中的长剑，看着眼前的景象：“我终于明白了。”司仪大声说道：“那么，演示正式开始。”司仪指向场地一侧说道：“本次演示的目标是由木偶工厂制造的9型自动机魔像，一台红眼金属魔像缓缓进入场地。”司仪指着魔像说道：“它的性能足以与 C 级英雄抗衡。”李世勋观察着对手：“战斗型自动机吗？没有携带武器，应该是格斗型。”司仪大声宣布道：“首先是战斗系，由阿卡库夫的顶尖学员杰克·迈尔斯进行演示。
杰克走上竞技场，神情自若。李世勋看着他的背影，他是迈尔斯家族的第3个儿子吗？听说他出身剑术世家，却是个古怪的格斗家，看来传闻是真的。司仪高声喊道：“那么，对练开始！”杰克摆出拳击架势，冲向魔像，自动机双眼红光闪烁，进入战斗模式。司仪挥动手臂，大声宣布道：“开始！”战斗正式打响，自动机猛地踏地冲向前方，杰克压低重心，死死盯着对手。自动机高高跃起，从空中发动突袭。自动机挥动重拳，带起凌厉的劲风。杰克侧身闪躲，敏捷地避开连续攻击，重拳砸在地面，激起阵阵烟尘。他紧贴着地面滑行，绕到自动机侧翼，拉开了反击的架势。杰克嘴角上扬，该我了！杰克猛地登地，身形如箭般射向前方。杰克挥动右拳，重重砸向魔像的胸口，沉重的打击声响彻全场。自动机的装甲在巨力下剧烈震颤，魔像被这一拳直接轰退了数步。杰克挥出重拳，每一击都带着惊人的破坏力。李世勋在台下注视着，怎么回事？我记得在前世，他在20多岁时就去世了，当时只是个 A 级英雄。杰克在场上纵横驰骋，将自动机彻底压制。这种级别的天赋，即便在巴别学院，也是10年一遇的天才。为什么在前世他仅仅达到了 A 级？李世勋眉头紧锁，而且按照这个进度，杰克再次蓄力，眼中闪烁着狂热的光芒。杰克猛地挥出一记重踢，大喊道：“结束了！”自动机被巨大的力量贯穿，身体在空中支离破碎，残骸重重摔落在地。杰克收回动作，擦了擦额头的汗水，感叹道：“呼，好久没这么舒展筋骨了。”司仪看着满地碎片，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演示。杰克学员，观众席爆发出一阵惊呼，竟然瞬间击败了拥有 C 级战力的自动机，不愧是阿卡库夫的顶尖学员。杰克向观众挥手致意，享受着全场的欢呼。李世勋在台下看着他，这家伙从一开始就彻底抢走了所有风头，接下来的那个人恐怕会感到压力倍增。司仪高声宣布道：“下一位是来自支援系的顶尖学员，现在开始由埃里卡学员进行演示。”原来他就是支援系的首席。李世勋看着他的背影，压力完全没必要为他担心。埃里卡，日本3大名门之一，井上家族的长女。他稳步走向竞技场中央，虽然他不是灯塔者，但作为手持神话级武器的 S 级英雄，他早已名声大噪。他注定在未来堕落，成为一名恶魔。接近他绝不会有好结果。李世勋看着埃里卡从身边走过，他刚才是在看我吗？搞什么？为什么会盯着我看？埃里卡提着鸟笼，稳步走上竞技场。司仪在台上说道：“本次演示的自动机是配备了装甲的9型，它的防御力是标准型号的1.5倍。让我们看看井上学员会带来怎样的表现。”埃里卡站在巨大的强化魔像面前，魔像双眼红光大盛，锁定了眼前的目标。埃里卡提起鸟笼，笼中的乌鸦睁开双眼，闪烁着幽蓝的光芒。他的一只眼睛也随之亮起蓝光，低声命令道：“去吧！”乌鸦瞬间冲出鸟笼，化作一道黑影。他发出一声凄厉的鸣叫，刺耳的声音在整个场馆内回荡。乌鸦在烈日下散发出诡异的波动，俯冲而下。李世勋抬头仰望，一只乌鸦。强化型自动机立刻做出反应，举起厚重的盾牌护住头部。他锁定了空中的目标，红眼闪烁着冷光。李世勋注视着竞技场，自动机进入了防御姿态，想要击穿他会很困难，毕竟他本身就是防御型。埃里卡微微勾起嘴角，空中的乌鸦发出一声尖笑，身下浮现出巨大的蓝色法阵。乌鸦的体型瞬间膨胀，羽翼化作漆黑的利刃，双眼燃起幽蓝的火焰。它如同一枚黑色的陨石，带着毁灭性的气息从高空垂直坠落。乌鸦化作一道黑光，瞬间贯穿了自动机。李世勋睁大眼睛，竟然直接击穿了强化型的核心防御。自动机胸口破开大洞，电火花四处飞溅，沉重的倒在地上。司仪激动的大声惊叹道：“太惊人了，真是太惊人了！”全场观众陷入死寂，随后爆发雷鸣般的掌声。埃里卡静静站立，乌鸦重新化作小巧形态，轻盈的落在他的指尖。李世勋看着台上的少女，这就是未来的 S 级英雄吗？观众席彻底沸腾，学员们挥舞着手臂喊道：“埃里卡大人，只用一击就贯穿了 C 级英雄实力的魔像！”李世勋站在台下，真是该死！在这种狂热的气氛下，如果我只是展示一下装备，恐怕会被直接轰下台。司仪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最后一位，来自技术系博尔西帕最优秀的学员李世勋学员，请上台。”广播声响彻全场，接下来开始演示。工程学院顶尖学员博尔西帕学员李世勋。路德维希看着手中的资料说道：“今年的新生第1名，确实令人印象深刻。精炼系很久没出过这么优秀的学员了，希望他压力不要太大。”柳恩雅坐在身侧，平静地回应道：“他会没事的。”全场观众屏息以待，他能否超越杰克以及埃里卡的表现？看台上的学员们挥动双臂，大声喊道：“新生，让他们看看你的厉害！他真的太帅了，我的心已经在狂跳。”李世勋站在赛场中央，握住剑柄，缓缓拔出长剑。他持剑而立，面对空旷的赛场。5色火刃，等级高级，品质中高，刻有5种火焰的环手刀，火灵刀鞘，等级稀有，品质1，注入元素亲和力的刀鞘。观众席上传来议论：稀有等级，精炼系到底怎么了？新生能做出这种武器，简直疯了！但和其他系相比，冲击力还是不够，看起来太普通了。其他系的演示很华丽，看他怎么收场吧。
汉斯冷笑道：“他肯定会搞砸的，上天都在帮我。照这个趋势下去，博尔西帕负责人的位置迟早是我的。”柳恩雅注视着赛场，眼神中透着冷峻。主持人拿着麦克风说道：“本次演示，我们准备了10号模型，它拥有等同于地级英雄的战斗力。”李世勋侧过头说道：“不，请准备8号模型，并且给他穿上护甲。”主持人愣在原地：“什么？他刚才说什么？8号模型可以承受 B 级英雄的攻击，他竟然还要加装护甲？这太乱来了！这么短的时间，很难准备好啊！你是想搞砸演示吗？”沉重的脚步声传来，金仁哲推着模型说道：“东西带到了。”穿戴护甲的自动机出现在赛场中央，主持人惊呼道：“等等，已经准备好了，先生，你不能直接。”金仁哲停下脚步，看着远处的李世勋。李世勋持剑而立，与全副武装的模型对峙。主持人高举手臂说道：“那么对决开始，我不管了，随他去吧。”演示正式开始，观众席爆发雷鸣般的欢呼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赛场中央。金仁哲双臂交叉，站在场边注视着。去吧，大闹一场给我们看。柳恩雅坐在高位，神情冷峻地俯瞰赛场。李世勋嘴角微扬，那么我是不是该回应一下大家的期待？他压低重心，右手紧握剑柄，猛然拔出长剑，五色火焰瞬间炸裂，缠绕在剑身之上，炽热的气息席卷全场。李世勋持剑冲向模型，五色火焰在身后画出弧线。杰克兴奋地挥拳喊道：“太疯狂了！”埃里卡站在一旁，沉默地注视着赛场。汉斯冷哼道：“虚张声势罢了，只是看着好看而已。一个魔力微弱的小鬼，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？”五色火刃中蕴含的火焰具有相互排斥的属性，如果不能用庞大的魔力精准控制这种爆炸，使用者会被严重灼伤。李世勋握紧刀柄，如果利用火灵刀鞘储存火焰的特性，再配合火焰工匠技能，将深红火焰注入其中，炽热的能量在鞘中汇聚，发出耀眼的红光。他眼神一凛，注入完成。8号模型感应到威胁，护盾瞬间全开，野火。李世勋拔刀出鞘，刀身划破空气，带起一道炽热的弧光。火灵刀鞘的独特技能触发了内部储存的压缩魔力爆炸，狂暴的火焰瞬间炸裂，将赛场染成一片深红。杰克瞪大眼睛，埃里卡注视着赛场，神情凝重。如果在这种状态下触发野火技能，压缩后的五色火灵8号模型的护盾在刀锋下剧烈震颤，将会瞬间全部炸裂。李世勋挥刀斩下，五彩光芒贯穿全场，狂暴的能量将模型彻底淹没。观众席上一片死寂，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？烟尘逐渐散去，李世勋站在废墟中，将长剑收入鞘中。我是不是做的有点太过火了？赛场地面被劈开，留下一道巨大的裂痕，一直延伸到看台边缘。主持人浑身颤抖，对着麦克风喊道：“快！建设支援队立刻到主会场集合！”期中评估正式结束。李世勋坐在办公室，双手交叉，显得有些局促。门外传来脚步声，柳恩雅推门而入，说道：“抱歉，我迟到了，刚才在忙着清理被破坏的训练场。”李世勋站起身回应道：“不该道歉的人是我，把大厅弄成那样，真的很对不起，我当时应该再收敛一点的。”柳恩雅愣了一下，问道：“世勋学员，你在说什么？”李世勋疑惑地问道：“难道您叫我来，不是为了责骂我吗？”柳恩雅摆了摆手说道：“当然不是，我找你过来的原因是……”柳恩雅正要说话，腹部突然传出一阵尴尬的轰鸣声。李世勋愣在原地，他尴尬地咳嗽一声说道：“总之，能不能把那把五色火刃和火灵刀鞘全部卖给我，我会给你市场价10倍的报酬。”李世勋难以置信地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柳恩雅看着双手说道：“真是令人惊叹的武装。”系统面板弹出提示：已建立与目标柳恩雅的连接，与创造者李世勋的连接等级为1。李世勋看着面板，已经成功了吗？回归之前，我必须喂食好几次武装，才能建立这种连接。他看向对方说道：“谢谢你，无论如何，这是一个好机会。”李世勋双手合拢，掌心迸发出蓝色光芒，好感度提取。系统提示已获得特级亲和力，正在从柳恩雅身上提取。他看着核心说道：“完成了。”柳恩雅凑近问道：“你要把它卖掉吗？”李世勋收起核心，回应道：“不卖。”柳恩雅愣住问道：“什么？可你刚才说已经完成了。”门外传来敲门声，金仁哲在门外说道：“院长，我是金仁哲。”他推门而入，继续说道：“主席说要立刻进行授职仪式，我可以带走李世勋学员吗？”柳恩雅沉默片刻，回应道：“知道了。”李世勋走到门口说道：“那么稍后再见。”房门关上，柳恩雅独自站在屋内。巴别学院核心，马杜克庄园旧主楼，夕阳笼罩着宏伟建筑。金仁哲走在前方领路，李世勋跟在后方，两人穿过宽阔的长廊。金仁哲走在前方说道：“在主席面前，请保持礼貌。”他宽宏大量地忽略了你在演示期间破坏礼堂的事，毕竟他是和我们完全不同层次的人。李世勋停在门前：“你不需要担心。”他推开沉重的大门，独自走进宽敞的办公室。路德维希坐在桌后说道：“啊，你就是李世勋学员。”李世勋看着眼前的老人，在我回归之前，他是与毁灭之海一同陨落的英雄，也是6大魔神之一。路德维希缓缓开口说道：“不愧是巅峰攀登者，你在今天演示中展示的所有武装都很有趣，虽然不能说完美无缺，但确实让我对你的未来充满期待。”李世勋微微低头：“完美无缺，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但听到这种评价，还是想把五色火刃和火草直接扔进熔炉。”路德维希继续说道：“因此，为了表彰你的才华与努力，我将给你2项奖励，告诉我你需要什么。”李世勋看着对方，2项奖励。他开口回应道：“
我想要能提升魔力和记忆力的奖励。路德维希抬起右手，指尖划过虚空，金色的光芒在空中流转。虚空之中，一扇华丽的金色大门缓缓浮现并开启。2件物品从中坠落，沉重黑墨，英雄级品质，能吸收触碰到的魔力；梦幻象牙，英雄级品质，蕴含跨越现实与梦境的魔力。李世勋拿起桌上的物品说道：“这是沉重黑墨，虽然稀有，但梦幻象牙更是极难获得。虽然现在很难驾驭，但我很清楚该如何使用。”路德维希看着他问道：“合你心意吗？”李世勋露出微笑回应道：“非常完美。”他带着奖励转身离开。路德维希独自坐在办公室内，桌上漂浮着金色的徽章，神秘的声音从中传来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那家伙是唯一拿到2份奖励的人，这可不像你的作风。路德维希抽着烟斗回应道：“我给他是因为那孩子有足够的能力去掌控。”神秘声音继续说道：“是吗？我感觉他像是一个装在年轻身体里的老灵魂。”路德维希看着窗外说道：“那说明他在你眼中已经有了足够的深度，而且连我也无法看透那种深度。”李世勋穿过长廊，背影逐渐远去。巴别学院教学楼教室内，一名学员看向身旁的汉斯，问道：“汉斯，你想去哪里吃午饭？”汉斯整理着衣领，回应道：“抱歉，我今天和霍华德有约。”对方露出震惊的表情，问道：“和博尔西帕3年级的首席？”汉斯微笑着解释道：“我们的家族关系很近，所以偶尔会见面。他说这次想见我，给我一些关于学院生活的建议。”学员正对汉斯说道：“那个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想。”大门被推开，沉重的撞击声打断了对话。李世勋走进教室，眼神冷峻地扫视四周。汉斯和同伴停下交谈，转头看向门口。李世勋冷冷地瞥了一眼汉斯，坐在座位上，身体不由自主地僵住，那双眼睛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李世勋收回目光，径直走向后排。看来你已经认清了自己的位置。汉斯死死盯着桌面，双手用力握紧。该死，竟然输给这种没背景的家伙！大门再次被推开，金仁哲大步走进教室，说道：“大家回座位坐好。”他走到讲台前，环视全场，继续说道：“既然是第1节课，我们先从自我介绍开始。”金仁哲从箱子里拿出一块闪烁着红光的矿石，这种定叫做投影合金。金仁哲拿起矿石，说道：“他对魔力的敏感度是普通矿石的数十倍，因此如果像这样注入魔力，矿石在他手中剧烈燃烧，赤红的火焰冲天而起，火焰迅速拉长变形，凝固成一把漆黑的长剑。”金仁哲握住剑柄，说道：“脑海中构思的武装就能如此轻易地创造出来。”教室内响起阵阵惊叹。李世勋坐在后排，他能位列世界100大工匠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但是我也从这家伙身上感觉到了，这个男人是认真的。金仁哲握着漆黑长剑说道：“由于这种敏感性，他很难作为实战武装，但他能反映出你们未曾察觉的特质，让你们反思自身。所以由投影合金制成的武装被称为阿凡达。冶炼系的自我介绍将通过创造阿凡达来代替，作品将在主楼展示1周，所以各位请尽力而为。”教室内响起整齐的回应：“是的，先生。”这种尺寸的投影合金，每个价值都超过1000万，不愧是巴别学院，连自我介绍都如此宏大。汉斯咬紧牙关，手中涌现出耀眼的强光，引起周围阵阵惊叹。李世勋冷眼看着这一切，然而这里没有一个人拥有最重要的天赋。金仁哲在讲台前说道：“最后，李世勋站起身回应道：“是。”他走到前方，伸手握住投影合金：“我已经是学院首席，没必要再隐藏实力。既然要做。”李世勋眼神一凝，赤红的魔力瞬间爆发，将矿石完全包裹。狂暴的火焰在掌心剧烈燃烧。李世勋眼神一沉：“我还是全力以赴吧。”狂暴的魔力从他体内倾泻而出，整座教学楼在巨大的能量冲击下剧烈的颤动起来。大厅里挤满了人，到处都是嘈杂的议论声。人真的很多啊，看来都是因为李世勋才来的。他只是个新生，说他水平完全不同也太夸张了。同伴点头回应道：“就是说啊，我也这么觉得。”在制作过程中发生了吸收周围19个投影合金的异常现象，校方的评价浮现，我们判定这就是学员李世勋的资质体现。路人学员们议论纷纷，这一定是靠运气吧？难道不是因为用了很多投影合金吗？另一人嘲讽道：“冶炼系很久没出过第1名了，你只是想相信他是天才吧？”埃里卡看着武器说道：“我的想法不同。”杰克露出玩味的笑容回应道：“我也是。”华丽的剑盾散发着寒光，围观者看着武器说道：“仅凭那种程度的投影合金，似乎还无法完全表现出李世勋的真正实力。”重锤带着火星猛然落下，锻造的声音在大厅回荡，火花四溅。李世勋完成了锻造。围观的学员问道：“你计时了吗？”刚才的操作连0.01秒的误差都没有。教官看着李世勋的背影，我到底该叫这种孩子什么？这种水平已经不需要指导了。韩助理下定决心，直接让他通过吧。他转头看向其他学员问道：“还有谁想演示吗？”韩助理大声说道：“好了，下课吧。”李世勋站在锻造台前，看着桌上的半成品，白色的蒸汽升腾，笼罩住整个台面。他握紧手中的铁锤。李世勋盯着金属条，还是有些不对劲。李世勋高举起铁锤，正要用力挥下，韩助理走过来问道：“你又要把它弄坏吗？”他停下动作回应道：“助理。”韩助理扛着长剑说道：“这周野练课结束后，我们要把这些交付出去，所以千万别弄坏了。”李世勋疑惑地问道：“交付？”韩助理竖起手指解释道：“学员们该如何确保获得预算呢？巴别塔会根据对外销售武器的性能来评估并提供支持。你现在到底对什么感到不满意？是身体还是魔力？”李世勋笑了笑回应道：“目前是身体。
他双手撑在桌上，大口喘着粗气。为了制作训练工具，我需要熔炼重岩，但我现在的体力甚至无法尝试这件事。韩助理扛着长剑，若有所思地说道：“如果是为了熔炼，他看向李世勋提议道，比起辛苦训练，直接加 buff 不是更快吗？”李世勋愣在原地，仿佛被击中了要害。这是我回归前一直回避的方法，所以压根没想过。既然现在的我回到了过去，并且缺乏体力，在 buff 状态下，我应该就能熔炼重岩了。李世勋微微低头说道：“谢谢你的建议。”韩助理摆了摆手回应道：“没什么。”李世勋看着正在锻造的韩助理说道：“锻造的时候，你用的魔力太多了，把它减少到现在的70%，并将打击集中在一点，这样对目前来说会更好一些。”他转身走向门口，韩助理愣在原地，呆呆的看着他的背影。韩助理呆立在原地，那个新生刚才是在给韩助理提供建议吗？巴别塔鼓励每位学员自主学习。列车缓缓靠站，广播里传来提示音，车门即将开启。李世勋站在月台上，在这里，你可以跨系听课，甚至一个学期选修几十门课程。他走进车厢，但是必须完成专业课程，如果累计3次不及格，将会被立即开除。你是自由的，但你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。列车广播响起，下一站是萨满系。李世勋走下列车，车门在身后关闭。他在人群中看到了熟悉的身影，埃里卡。一名高个子男学员挡在埃里卡身前，指着李世勋说道：“别挡路，快滚开！”这些家伙是怎么回事？莫名其妙。李世勋看着挡路的人，该让路的是你们。高个子男学员咬紧牙关，正要发作，埃里卡走上前问道：“你要去哪？”高个子男愣在原地。埃里卡小姐。李世勋看着他回应道：“萨满系，我打算选修妇科。”埃里卡看着李世勋说道：“那我带你去吧。”高个子男学员一脸惊愕地拦住他说道：“埃里卡小姐，之后还有聚会。”埃里卡头也不回的冷淡回应道：“你们自己去吧。”高个子男学员有些慌张的继续说道：“但学长们说真的很希望你参加。”埃里卡语气冰冷的回应道：“没兴趣。”高个子男学员站在原地不知所措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两人并肩离去。埃里卡走在路上问道：“你具体想找什么样的妇科？”李世勋回应道：“我想学习关于 buff 的知识。”埃里卡追问答：“什么样的 buff？” 李世勋解释道：“增强身体能力的类型，而且不能干扰熔炼。”埃里卡提议道：“那结界术怎么样？”李世勋疑惑地问道：“结界术那不是专门用来防御的吗？”埃里卡从怀中取出一本黑色手册，这取决于你怎么使用它。埃里卡展示着术式说道：“比如这样。”他将信封递给李世勋，来，试着撕开它。李世勋用力拉着信封，纸张却纹丝不动。埃里卡看着他问道：“力量增加了吗？”他松开手回应道：“比起那个，它保持着原本的特性，但在受到强力作用时会变得坚硬。但是这个术式感觉异常的眼熟，这非常适合熔炼，因为熔炼需要极其精细的控制。”埃里卡双手抱胸说道：“这种程度的复杂应用，你需要教授的帮助。负责结界构成的教授与我们家族有渊源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为你引荐。”李世勋突然发力，指尖划过信封，原来是这样。埃里卡瞳孔微颤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他竟然理解了家族的结界技术，并且破解了它。李世勋松开手说道：“结界技术确实非常值得学习，谢谢你的建议。”他转身挥了挥手：“我要去登记课程了，你还是去和后面跟着的那些人一起吃饭吧。”高个子男学员急忙跑上前问道：“小姐，你没事吧？”埃里卡站在原地，看着地上的信封，那封邀请函，我把它送给你了。路过的学生议论道：“为什么埃里卡会和另一个学生在一起？”另一个学生回应道：“昨天也看到他们在一起了，上次展览会也是。传闻果然已经传开了。为什么人们这么爱管别人的闲事？如果埃里卡真的对我有意，连接应该早就建立了。话说回来，分班真的需要筛选吗？我报名了课程，却被要求先参加测试。”两人走进森林深处，埃里卡看向前方说道：“这里是结界建设的测试场。”李世勋环顾四周问道：“这片森林？”前方传来焦躁的声音：“可恶，到底在哪？”李世勋看着那人的背影，测试是玩寻宝游戏吗？听起来真麻烦，是用结界藏了什么吗？他向前迈出一步，脚尖触碰到虚空，清脆的破碎声响起，眼前的空间如玻璃般崩裂。隐藏在结界后的2名考官显露出身影，短发考官愣在原地说道：“你通过测试了？”李世勋停下脚步问道：“打扰一下 ，U2 魔法学院结界建设及办公室。”罗伯特·佩里教授坐在办公桌前问道：“那位大小姐对博尔西帕学院的第1名产生了兴趣？”助手走上前，递出手机回应道：“是的，请看这个。”罗伯特看着手机说道：“我还在想，他为什么突然报初级课。”他无奈地扶住额头，托他的福，申请人数翻了3倍，但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井上少爷也提出了请求。罗伯特眼神变得阴沉。今年我要增加一项测试，利用幻影灵魂迷宫。幻影灵魂迷宫，这是一种扭曲感官，让人不断徘徊的结界。虽然只是基础结界，但如果不精通巫术，甚至无法察觉它的存在。罗伯特看着走在森林里的2人，埃里卡并没有帮他，他竟然仅凭本能就突破了幻影灵魂迷宫。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考官看着眼前的学生们说道：“你们都通过了第1轮测试，接下来将根据第2轮测试进行分班。”一名学生举起手说道：“我先来。”他用余光瞥向埃里卡，这是吸引埃里卡注意的好机会。考官点头说道：“很好，第2轮测试很简单，你们必须只用魔力拆除眼前的结界，并保证结界本身完整无损。”他挥动手臂，地面浮现出红色网状结界。考官大声宣布道：“评分标准是时间，请快速且准确的完成。开始。”
红发学生单膝跪地，双手按在地面结界上，这是以蜘蛛为核心的蛛网型结界。蜘蛛能感知网上的魔力，并不断逃窜，只要蜘蛛还存在，蛛网就会无限再生。红发学生咬牙说道：“按照教科书的方法，试图包围整个术室，难道是我的魔力不够吗？既然如此，那就用速度来压制。”他猛地加强魔力输出，掌心爆发出强光，光芒瞬间覆盖了不断挣扎的蜘蛛核心。考官按下秒表说道：“2分23秒，我应该更注意掌握术式的结构。”考官微微点头说道：“不错。”红发学生低头回应道：“谢谢。”考官继续喊道：“下一个，下一个！”几名学生陆续尝试，却纷纷脱力倒地。考官看着倒下的学生们：“你们所有人都将从初级班开始。”他翻开名单说道：“下一位，埃里卡。”埃里卡缓缓走上前，拨开长发。考官示意道：“请开始。”埃里卡弯下腰，指尖轻触地面结界，红色的蛛网瞬间剧烈震颤，光芒如涟漪般扩散。他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试图包围术士，而是直接切断了魔力的流动路径，伴随着刺耳的碎裂声，整个结界轰然崩塌。围观的学生惊呼道：“为什么他这么快？”另一人指着地面说道：“他彻底拆解了术士，并让他崩溃了。这就是学院的第1名。”考官按下秒表说道：“22秒，虽然表现不错，但如果用标准拆解法，应该能再快2秒。”埃里卡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我会记住的。”考官看向名单说道：“最后，李世勋。”李世勋站在结界前，似乎没什么特别的，我只需要弄清楚。李世勋蹲在结界前说道：“他盯着地面的红网，迟迟没有动作。”围观的学生疑惑地问道：“他在干什么？他不知道已经开始了吗？”李世勋注视着魔力的流动，这个结界和重矿石有些相似，特别是如果不达到特定阈值，它就会自我修复并还原。他眼中闪过一丝金光，既然如此，处理起来就很简单了。正因如此，想要熔炼重矿石，就必须平衡所有刺激的比例，并同时注入。考官疑惑地问道：“他到底在干什么？”刚才我说的话，埃里卡在一旁冷淡地说道：“随他去吧。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如果我能抓住积聚在重矿石里的所有刺激。”李世勋指尖凝聚起魔力，按向地面的红色蛛网，指尖迸发出炽热火焰，顺着结界纹路蔓延，火焰瞬间吞噬了核心处的蜘蛛幻影，伴随着剧烈的炸裂声，整个结界被强光覆盖。考官和埃里卡注视着眼前的异象。李世勋收回手，稳稳地站起身子。李世勋收回手说道：“搞定了。”他握紧拳头，有了这个，我就能精炼重矿石了。李世勋迈开脚步，从燃烧的余烬旁走过。埃里卡和考官站在原地注视着他，他穿过人群，径直走向森林深处。助手看着秒表说道：“7分45秒。”考官注视着李世勋，耗费多少时间已经没有意义了。虽然这次用了7分钟，但下次面对同样的结界，他只需几秒就能破除。他并不是单纯地破坏了结界，而是创造了一套专门破坏该术士的公式。埃里卡侧过头，看着李世勋离去的背影。如果他将巫术融入到熔炼技术中，真不敢想象他未来会制造出什么样的怪物道具。李世勋靠在椅背上，双手抱头看着屏幕，这次会有多少人出现？手机屏幕不断闪烁，大量教授发来申请信息，响应速度真快。不过副院长迈克尔那一派的人一个都没有联系我。李世勋拖着脸颊，那么我该开始挑选了。手机突然震动，他猛地睁大眼睛，屏幕上显示出新消息：系主任表示将亲自监督学员李世勋进行终极熔炼。柳恩雅双手抱胸，看向眼前的年轻人，说道：“好久不见了，李世勋学员。”李世勋礼貌地回应道：“您一定很忙吧？竟然亲自来到这里。”柳恩雅神情严肃地说道：“作为系主任，我要亲自确认你的实力。既然已经变成这样，那就只能全力以赴了。”李世勋开始熔炼暗重石，这是第一步。处理暗重石的方法有很多，他拿起黑色矿石，其中最难的一种被称为暗木法，需要将暗重石放入完全无光的黑暗空间。李世勋将矿石投入水桶，随后扣紧盖子。李世勋释放魔力，矿石像水一样散开，必须只用魔力分离其中的杂质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暗重石的体积会缩小，但纯度会不断提升。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实际上这等同于重组物质。柳恩雅站在一旁，露出惊讶的神色。李世勋从桶中取出矿石，1/4就是极限了吗？如果继续缩小体积，性能恐怕会不足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开始第2步熔炼。赤红的火焰在掌心升腾，瞬间包裹住矿石，热浪在房间内扩散。李世勋引导魔力穿过炽热的红焰，精准地捕捉火花，火焰逐渐变得稳定，颜色由红转绿。这种状态下的火焰被称为守护野火，它们能永久保持，形成那一刻的温度。开始第3步熔炼，李世勋挥动重锤，反复击打暗重石，必须不停地工作，直到守护野火将矿石的畸变彻底消除。柳恩雅注视着这一幕，他到底把自己逼到了什么程度？虽然我对火焰免疫，但这并不代表我感觉不到疼痛。夕阳染红了学院建筑，沉重的击打声在走廊间回荡。柳恩雅困倦地打了个哈欠。熔炼已经持续了4小时，李世勋握紧重锤，手臂因为过度脱力正在剧烈的颤抖。暗重石吸收了极限火焰，性质开始发生巨变，畸变已经停止，终于完成了。李世勋拿起长钳，夹起融化后的矿石，他稳稳地移动手臂，将滚烫的液体倒入预先准备好的模具。柳恩雅在旁边注视，屏住了呼吸，竟然用铸造代替锻造。模具内部的黑暗会改变矿石的性质。他在想什么？李世勋开始第4步熔炼。等等，这种感觉是他正在使用破障级别的魔力。
减缓按重时的变化，并在缝隙中构建魔力回路。模具瞬间炸裂，强光从中迸发而出，系统提示音响起，装备暗珠手镯已完成。这种不顾身体、挑战极限的锻造技术，堪称人类的卓越成就。获得新技能黑灵之线。李世勋看着手中的成品，终于成功了。暗珠手镯悬浮在空中，散发着幽暗的光芒。这是稀有等级的装备，能吸收并储存魔力，还能使用技能爆裂环。李世勋看着成品，嘴角微微上扬，说道：“成功了。”柳恩雅站在一旁，身体因为震惊而僵住。柳恩雅低着头，双手局促地搅在一起，脸颊泛起红晕。李世勋长舒一口气，疲惫地靠在墙边。柳恩雅看着手镯问道：“这是共鸣现象吗？真是令人印象深刻。”李世勋回应道：“是的，虽然现在还不算强，但如果计划得当，或许能凑齐套装效果。让你费了这么多心，却连一件装备都给不了，我感到很抱歉，不知道合不合胃口，请至少收下这个。”柳恩雅拿起餐具，红发在火光中摇曳，她发动了独特技能龙魂熔炉。柳恩雅吃了一口，脸颊微微鼓起，回应道：“味道还不错。”李世勋有些意外地问道：“是吗？”柳恩雅思索着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打个比方的话，味道就像炸天妇罗碎屑。”他真是慷慨，难道已经习惯了去迎合柳恩雅的口味吗？照这个速度，应该能轻松提高好感度。李世勋微笑着说道：“你喜欢就好。”柳恩雅继续说道：“当然，看着那边的装备是这些，确实有点可惜。”柳恩雅看向李世勋问道：“你打算什么时候处理五色花剑和火红草？”他摇了摇头，回应道：“我现在没有卖掉他们的打算。”柳恩雅有些惊讶地问道：“什么？难道是价格给的不够吗？”李世勋微笑着解释道：“我是为了讨伐客做准备，才把他们留下来的。而且饥饿才是最好的调味品。如果我做出了值得送人的装备，一定会先通知你的。”柳恩雅脸颊微红，低头轻声回应道：“我会一直期待着的。”熔炼已经全部结束了吗？李世勋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。”柳恩雅站起身说道：“那我们走吧，剩下的清理工作会有工作人员来处理。”李世勋松了一口气，真是帮了大忙，我已经没有力气打扫了。他刚准备站起来，身体却猛地失去平衡，向一侧倒去。柳恩雅迅速上前，伸手扶住他的肩膀，问道：“你没事吧？”李世勋有些尴尬地回应道：“是的，看来我在分配体力上出了一点小差错。”柳恩雅扶着他的手臂说道：“我送你回宿舍吧，顺便问一下，你恐高吗？”李世勋还没反应过来，下意识地回应道：“我不恐。”柳恩雅突然靠近，一把将他横抱起来，说道：“我们要出发了。”李世勋猛地睁大眼睛，还没来得及说完，身体已经腾空而起。柳恩雅感受着体内奔涌的魔力，刚才吃下的那些碎屑，竟然能引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吗？他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，直奔宿舍方向而去。李世勋闭上眼睛，感受着高空的冷风，嘴角露出一丝笑意。在很多方面，比起回归之前，事情已经改变了很多。远处的学院建筑前，埃里卡抬头望向夜空，是世勋吗？世勋还没回来吗？必须把这份邀请函亲手交给他才行。手机屏幕上弹出几条评论：“请删除帖子，这侵犯了肖像权，请快点删掉。”李世勋盯着屏幕说道：“这是什么？如果是重要的事，他们自然会再找我。”周围的学生们正偷偷朝这边张望。教室大门被猛地推开，里卡罗斯推门走进教室，说道：“很高兴见到各位，从今天起由我负责工具理解课。我是里卡罗斯·迈尔斯，现在全员前往训练中心，最后到达的人绕场跑20圈，出发。”学生们惊慌失措地起身，有人边跑边问道：“怎么突然这样？”李世勋混在人群中奔跑，这不是理论课吗？旁边的学生回应道：“不知道，跑就对了。”李世勋加快脚步，冲出教学楼。里卡罗斯大喊：“跑完20圈！”李世勋喘着粗气回应道：“知道了，我这就去。”他在跑道上机械的迈步，体力真的见底了。不知道终极锻造有没有顺利完成？里卡罗斯拍了拍手，大喊：“好了，都给我集中注意力！工具理解课原本是讲解武器结构的理论课，但是由于最近持续发生的镰刀狩猎事件，授课方式有所改变。那些家伙专门袭击、锻造了英雄级以上、火属性常见的铁匠们，被称为镰刀猎人。甚至在回归之前，这都是一桩悬案。”李世勋握紧拳头，里卡罗斯继续大声说道：“无论装备什么防具，最终剩下的只有身体。所以在这门课上，你们不仅要理解工具，还要学会保护身体。”学生们齐声回应道：“是。”里卡罗斯挥手示意说道：“好了，今天我们来谈谈剑。”李世勋在沙地上奔跑，这次需要更加小心，为此要先提高体力才行。他看向手腕上的黑色手镯，虽然做出来了，但它的性能确实惊人。这件由沉重之物锻造的装备，能吸收佩戴者的魔力，并随之增加重量，甚至能操控周围的重力。李世勋感受着身体的变化，所有属性平均提升了5点，在1年级结束前，一定要让这具身体派上用场。里卡罗斯在远处大喊：“喂，别跑了，快过来！”李世勋停下脚步，双手撑着膝盖，大口喘气。李世勋从地上站起，调整着呼吸。里卡罗斯看着他说道：“比我想象中更有活力。”他拔出腰间的长剑，让我看看你的剑术是否合格。挥剑吧。李世勋接过长剑，感受着手腕的沉重，因为重力手镯很难正常移动。虽然不是什么高明的技巧，但是他横剑身前，摆出起手式，两人在操场中央对峙。李世勋挥剑劈向前方，要试着用那个吗？两柄长剑在空中激烈碰撞，里卡罗斯稳稳挡住攻击。围观的学生嘲笑道：“真的很慢，只是跑个步就累了吗？不过看起来还挺像样。”里卡罗斯感受着剑刃传来的力道，不，非常出色，这是一把知道路径的剑。他猛地发力，
挣开长剑说道：“但你太急躁了。”李世勋被巨大的力量震退，脚步变得凌乱。李卡罗斯欺身而上说道：“输了，直接走人比较好。”李世勋双眼闪过金光，他猛地扭转身体，在失去平衡的瞬间，挥出一记刁钻的横斩。李卡罗斯面露惊色，身体下意识向后退去。李世勋的长剑稳稳停在李卡罗斯喉咙前，李卡罗斯僵在原地。我竟然被一个学生吓到了，甚至产生了这种错觉。他平复呼吸问道：“谁教你这套剑术的？”李世勋露出尴尬的微笑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他们说这是10分钟就能学会的技能。记忆中，马光洙大喊：“我说了，下次再还钱。人总有没钱的时候，急什么？别提钱了，用技术抵债怎么样？我教你，快住手！”李世勋有些尴尬的说道。通过在视频网站上看其他英雄的战斗，大概学了一点。李卡罗斯看着他说道：“剑术，你打算正式学习它吗？我会为你写一封推荐信，去听阿卡尔库普的身体控制学课程。”当天下午，李世勋来到教学楼，马光洙愤怒的大喊：“要我说多少次？我没什么可教你的！”杰克哀求道：“请不要这样。”马光洙曾是一名退役的 S 级英雄，也是李世勋店里的常客。李世勋看着他，那个整天沉迷赌博、只知道喝酒的老头，竟然是教授。马光洙转过头问道：“你又是谁？”李世勋递出信件回应道：“我是锻造系1年级学生李世勋，拿着李卡罗斯教授的推荐信过来的。”他接过信件问道：“李卡罗斯竟然会写推荐信？”杰克凑到他耳边说道：“那位同学是今年锻造系的首席。”李世勋看着眼前的混乱，不管怎么看，情况都不太妙。马光洙看向杰克问道：“你就那么想跟我学吗？”杰克挺直身体大喊：“是！”马光洙猛地指向李世勋说道：“那如果你打败他，我就接受你。”李世勋愣在原地。李世勋握紧木剑，摆出架势。马光洙站在两人中间说道：“突然死亡赛，先击中对方一次的人，就算获胜。”杰克摆出架势，紧握双拳。马光洙高举手臂说道：“那么……”他猛地挥下手掌，大喊：“开始！”杰克瞬间爆发，像离弦之箭般冲出，脚尖在地面快速点动。李世勋压低重心，双手紧握木剑，他冷静地注视着对手冲来的路径。马光洙注视着场中，是脱力吗？通过卸掉全身力量来最大化灵活性。如果是这样，标准应对应该是格斗技，而不是打击。杰克猛地伸手，试图抓住对手。马光洙微微皱眉，所以我才讨厌聪明人，还没正式开打，他就已经在玩心理战了，真没意思，真没意思。李世勋瞬间压低身体，避开抓捕，反手挥出一击。杰克露出惊愕的神色，杰克猛地扑向前方，死死锁住李世勋的肩膀。这是什么力量？他感到一股沉重的压力正从对方身上传来。李世勋咬紧牙关，但是他手腕上的黑色手镯突然绽放出耀眼的蓝光，爆发重力，一股恐怖的重力场以李世勋为中心，瞬间向四周炸裂开来。重力手镯光芒大作，恐怖的压力瞬间炸裂。杰克惨叫着，被这股力量重拍在地上，身体陷入地板。李世勋半跪在地上，大口喘着粗气，手臂因负荷而颤抖。杰克倒在血泊中，李世勋嘴角微微上扬：“是我稍微快了一点吗？”马光洙看着地上的两人，杰克低声说道：“刚才那一击。”马光洙双手环抱说道：“所有人都出去。”杰克惊讶地问道：“什么？”马光洙继续说道：“我说过，如果你赢了，我就教你。”李世勋坐在地上回应道：“既然是我打中了你，不该是你来教我吗？”阿卡库普学院的第1名被波尔西帕的学员打败，听起来真是个大丑闻。杰克脸色苍白：“丑闻？”马光洙点头说道：“有道理，我至少得让你这种笨蛋有能力自食其力。”杰克神色紧张，马光洙转身说道：“我会定好时间发给你，到时候一定要准时出现。”杰克兴奋地握紧拳头，杰克鞠躬，大声说道：“非常感谢。”马光洙看着他离开，随后转头看向李世勋说道：“既然事情办完了，你可以走了，但我还有些私事要和这家伙谈谈。”李世勋沉默不语。马光洙拔出长剑说道：“让我看看你对付李卡罗斯时用的那种剑技。”李世勋握住剑柄回应道：“明白了。”深吸一口气，瞬间拔剑出鞘，剑锋闪过寒光，直指前方。马光洙挥剑击飞李世勋的武器，这招完全依赖于出其不意，构思不错，但执行的太粗糙。你觉得第2次使用就会变成破绽的剑技，算正常吗？如果你真的把这种垃圾交给别人，我会打断你的4指。李世勋看向马光洙说道：“教我的人就是你，等着瞧吧，我会为那招简陋的剑技打造一副完美的躯壳。所以我的课程注册已经确认了吧？”马光洙愣了一下，回应道：“我想应该是吧。”李世勋微微鞠躬说道：“那今天我就先告辞了。”马光洙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真是个生硬的孩子，明明只是在做修复工作，却表现得那么高高在上。杰克从后面跑来喊道：“嘿！”李世勋停下脚步，问道：“你还没走吗？”杰克喘着气回应道：“我有东西想送给你。”从怀里掏出一封黑色信函，递到李世勋面前。李世勋接过黑色信函，这是什么？李世勋看着信函，埃里卡原本是打算把这个给我吗？杰克双手叉腰说道：“贵族阶层的邀请函，那是自诩家世显赫的学员们的聚会。虽然那里有很多讨厌鬼，但对你来说是个不错的机会。”李世勋回应道：“我不确定是否该接受这种东西。”杰克笑着说道：“多亏了你，我才能参加那门课，这点谢意是应该的。”李世勋收起信函说道：“谢谢。”他独自走在走廊里，目前申请的复修课是结界构建和身体控制。虽然也想选修波尔西帕学院的课程，但是李世勋走在走廊，能想到的课程只有诅咒、炼金和附魔。转角处，他与莉亚相撞，莉亚后退几步说道：“对不起。”莉亚突然伸手死死抓住李世勋的手腕，莉亚露出惊恐的神色。
这个是你做的吗？李世勋反问道。是我做的又怎样？莉亚凑近问道。要我帮你附魔吗？系统显示已建立联系，目标名为莉亚·克劳德尔。李世勋看着他，他是天才中的天才，曾创造出传说级武装，彻底颠覆了附魔行业。莉亚盯着矿石，兴奋地喊道：“竟然是用重型矿石打造的稀有级道具！”他坐在桌前，咬着手指，自言自语：“如果再加几个公式，不，这样结束太可惜了。”李世勋端着杯子，没想到他是个这么古怪的人。他开口问道：“是这件武装不好吗？”莉亚大声回应道：“问题是好过头了，我想做的尝试太多了。用重型矿石制作，兼容性怎么会这么好？能刻印的公式太多了，我根本无法决定。”李世勋把另一件武装重重放在桌上，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没问题了，因为我还有更多。另外这些东西具有共鸣效果，请记住这一点。”莉亚愣在原地，看着桌上的武装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李世勋站起身说道：“李世勋，锻造系1年级生，也是波尔西帕学院今年的首席。”莉亚惊呼道：“1年级？这太不可思议了！我是附魔系的3年级生。”卡拉打断他说道：“我们需要谈谈，跟我来一下。”李世勋看着眼前的男人：“埃里卡的部下吗？”莉亚拍桌而起：“喂，没看到我们正在谈话吗？”卡拉低头说道：“我想安静的解决这件事，能耽误你一点时间吗？”李世勋喝了一口咖啡：“就在这里说吧。”部下挠了挠头说道：“请为之前对埃里卡小姐不尊重的行为道歉，你当众撕毁了小姐给你的邀请函，不是吗？”李世勋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是那位小姐亲口让我撕掉的。”卡拉叹了口气说道：“确实，你说的有道理，但前提是你没有收到迈尔斯的邀请。”李世勋扶着额头问道：“是埃里卡派你来的吗？”卡拉面无表情地回答：“不，这是我个人的行动。”莉亚冷笑一声：“少装了，这里谁不知道你是那位大少爷的走狗？一个过气的家伙，居然还敢在这里摆出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！”卡拉脸色阴沉，区区一个过时的废柴，竟然敢对我指手画脚！卡拉猛地踏步，地面瞬间崩裂，强大的威压席卷四周。你现在可能产生了一种自己很特别的错觉，但在巴别塔里，到处都是远比你更加优秀的人才，你要记住这一点。李世勋站在雨中，冷冷地问道：“你是在说你自己吗？”卡拉被彻底激怒，周身爆发出漆黑如墨的狂暴气息。“给我闭嘴！”李世勋侧身护住身后的莉亚，他眼神冰冷，缓缓伸出右手，迎向扑来的黑影。他冷静地伸手，在虚空中精准一抓，果然，这不单纯是由魔力构成的攻击。他利用匕首作为媒介，让幻影在虚实之间也能产生物理伤害。卡拉满脸冷汗，难以置信地问道：“你是怎么做到的？”李世勋指尖夹着夺来的黑色匕首，随手转动了一下。谁知道呢？刚才那声音听起来相当美味吧？系统提示：亲和印记贪婪之铁已经激活。卡拉看着满地碎片，绝望地哀嚎道：“我的100万金币！这种味道，难怪会让人为之疯狂。通过吞噬其他钢铁，产生热量并融化核心，这就是铁血的力量。剩下的耐久度还有78%。”李世勋低声喝道：“爆裂之环！”他猛然挥拳，重重击中卡拉。卡拉撞向远处的街道建筑，瞬间崩塌碎裂，瓦砾将他彻底掩埋。卡拉跪倒在李世勋面前，莉亚思索着说道：“古代附魔学，而且刚好有一位非常厉害的学姐也在修这门课，她的名字叫莉亚。”李世勋转过头说道：“对了，学姐，附魔系有什么值得推荐的课程吗？”莉亚愣了一下：“啊？”卡拉走在小巷中说道：“该死，没想到那个新生竟然能应对到那种程度。”埃里卡走近说道：“打扰了，我想看看那把短剑。”卡拉惊讶地喊道：“埃里卡小姐，你什么时候在那里的？”他拿出短剑递过去说道：“给你。”埃里卡接过短剑说道：“没必要向我哥哥报告这件事，我会亲自告知家主。”卡拉回应道：“啊，好的。”埃里卡注视着剑身，作为媒介的武器上面刻有反没收附魔，他是根据罗伯特教授的理论，结合我的魔法，创造出了这种反击技能吗？李世勋坐在教室里，看着桌上的短剑，精炼技术的资质是 S 级以上，巫术资质应该提高到 A 级。面前突然弹出系统提示，已与目标埃里卡建立连接。他惊讶地问道：“什么？难道他在监视我和那个手下战斗的过程吗？”他握住其中一把短剑，反正已经得到了补偿，虽然现在用起来还很粗糙，但如果能和黑灵法师配合，应该就能派上用场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看向讲台上的教授，本来很期待金仁哲教授的课，结果听到的全是我已知的理论。他无奈地打了个哈欠。金仁哲站在讲台前说道：“我认为解释已经足够了，现在让我们正式开始。即使是同样的金属，根据魔力排列的改变，其形态也会完全不同。”他伸出布满伤痕的手，按在黑色的金属块上，金属块在魔力驱动下剧烈震动，并开始旋转，逐渐扭曲变形。金仁哲继续说道：“这种形态转换的应用，决定了武器的多样性。”金仁哲按住金属块说道：“作为一名铁匠，必须充分掌握金属的潜力。今天我们要练习使用这种铁锭进行形态转换。首先操控魔力排列，在铁锭中心制造3厘米缺口，然后再将其恢复原状。这些铁锭对转换非常敏感，请务必小心处理。”李世勋看着讲台，原来他并没有完全拒绝魔法精炼。韩助理将金属锭分发给学生。金仁哲看了一眼时间，说道：“限时10分钟，开始。”教室里乱成一团，学生们惊叫道：“为什么没反应？根本无法恢复原状！”李世勋和汉斯同时按住铁锭。李世勋平静地说道：“我完成了。”汉斯紧接着回应道：“完成了。”金仁哲看向两人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们2个进入下一阶段。”
我会演示一个示例阵列，请照此应用。李世勋和汉斯同时开始操控铁锭，汉斯盯着身旁的竞争对手，速度和完成度都很接近。这次我能赢。金忍者展示出复杂的金属结构，接着说道：“接下来是这个阵列。”汉斯立刻开始尝试，手中的铁锭不断扭曲。就是这个。李世勋沉默地注视着铁锭，汉斯看着手中的作品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这都是完美的杰作。金忍者低声喊道：“汉斯，巴木特，把铁锭恢复原状。”汉斯愣在原地问道：“请问您说什么？哎，为什么会这样？”汉斯看着手中破碎的金属，魔力阵列完全损坏了。金忍者看着他说道：“那块铁锭无法承受刚才的转换，这意味着从一开始处理方法就错了。”汉斯低头辩解道：“可我只是按照教授的指示做的。”金忍者严肃地回应道：“我之前说过，必须充分掌握金属的潜力。如果无法恢复改变后的阵列，那么装备就不是在转换，而是在劣化。”李世勋站在一旁，沉默地听着教授的训诫。金忍者看着汉斯说道：“从现在起，要彻底检查这些方面。”汉斯低头回应道：“我会记住的。”他用余光瞥向李世勋，那家伙注意到了吗？不，也许他只是站在那里发呆，然后运气好罢了。李世勋伸手按住铁锭，黑色魔力如丝线般缠绕，这样就行了。周围的学生议论纷纷，教授不是说那样行不通吗？这根本不合理。金忍者盯着李世勋的作品说道：“李世勋学员，你能再展示一次你的转换过程吗？”李世勋看着教授的反应，哎呀，让他产生误会了呀。李世勋笑着解释道：“这只是因为铁锭是专门为学员调整过的，如果是普通的铁锭，绝对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。”金忍者看着恢复原状的金属，低声回应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是因为铁锭被灵敏调整过呀。”他陷入了沉思，而我竟然连这都没注意到。通关了所有楼层，最伟大的铁匠烈焰工匠里肯斯，在他作为 S 级英雄的时代，他创造的转换公式，在之后的几十年里，始终无人能破。对于所有铁匠来说，那个公式是根本性的难题，也是无法逾越的真理。金忍者死死盯着李世勋，那个公式绝不可能被打破。难道他认为这小子能做到那种事吗？李世勋离开教室，如果我再次打破他，那就是第二次了。金忍者突然叫住了他：“李世勋学员，有时间吗？”他停下脚步，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教授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，推到他面前，说道：“就当是入学礼物吧，感谢你选择了巴别学院。”盒子里面躺着一颗闪烁着红光的宝石，系统面板显示：绯红火焰宝石，稀有等级，能将混合矿石融化为液态。李世勋看着宝石说道：“这是。”金忍者解释道：“如果你吸收了宝石精华，就能永久强化你的绯红火焰。听说你能操控这种火焰，所以我特意准备了它。”李世勋礼貌地回应道：“谢谢您，这对我会有很大帮助。”金忍者继续说道：“还有一件事，我想问你是否有兴趣参加我教的选修课？”李世勋问道：“您是指武器起源研究吗？”金忍者有些惊讶：“你知道这门课？”他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那是巴别学院里资金最充足的课程之一。我该怎么办才好？在我的回归前，从未听说过金忍者这个名字。看来这位教授在过去并没有什么好下场，但现在他是一位备受关注的教授。”李世勋点头说道：“我会参加。”金忍者有些迟疑地问道：“你确定吗？听说你已经申请了很多选修课。”李世勋摊开手说道：“总共才4门课而已。”金忍者伸出手说道：“那么我很期待接下来的合作。”李世勋握住他的手回应道：“我也是。”系统面板弹出提示，正在从目标金忍者身上提取亲和力与铁匠李世勋的连接，目前等级为1级，提取物火灵铁，等级高级，品质中低。这是一种蕴含火焰的金属，具有类似木材的特性，可以内部储存火焰。李世勋看着虚空中的提示，如果能从人身上提取金属，那么人的身体也可以被锻造和加工。当体内存在多种属性魔力，它们会产生冲突，对于追求精准的铁匠，这是致命的。所以通常只处理一种适合自己天赋的属性，但我不同。李世勋摊开手掌，绯红火焰宝石悬浮在掌心，体内抑制热量的魔力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。他盯着闪烁的宝石，准备开始吸收。李世勋闭上双眼，失去魔力的身体正在吸收绯红火焰精华。我作为铁匠，必须要做的是，在体内构建专门用于绯红火焰的魔力回路。它引导着狂暴的能量，冲刷着每一寸经络。最后，我锻造我自己。系统面板弹出提示：属性魔力已强化，绯红火焰等级提升，获得 S 级技能神圣炼体术。身体是铁匠最原始的材料，通过精炼内部魔力回路，全属性大幅提升。李世勋捂住胸口，感受着体内翻涌的力量。神圣炼体术，他因体力透支，重重地跪倒在走廊地板上。埃里卡走过来，蹲在他面前说道：“你是白痴吗？放着眼前的材料不用，就这么打算放弃了？你觉得这样能成功吗？”李世勋抬头看向他：“没错，我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，无论是未来的盟友还是敌人。这一次，我不会留下任何遗憾。属于他的锻造之路才刚刚开始。”韩助理看着眼前的学员们说道：“你们今天的成果将决定整个第1学期的基调，为了不留遗憾，全力以赴吧。听明白了吗？”学员们齐声回应道：“明白了。”李世勋站在工作台前，准备开始考核。工房内传出阵阵敲击声。李世勋看着手中的半成品，简直是一团糟，身体跟不上意识，到处都是偏差。他握紧手中的铁锤，眼神变得锐利。我没有余力去放松，必须全力以赴。铁锤重重落下，炉火随之剧烈升腾。铁锤精准落下，溅起耀眼的火星，随后将金属没入水中。李世勋长舒一口气，看着手中的半成品，这样应该就能修复了。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够再去锻造别的。如果只是追求合格，
或许能多做几个，以此换取更多预算，但与其追求数量，不如把这个做到极致。他拿起磨石，仔细打磨金属表面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李世勋收起工具，转身走向考核台。每当听到这种声音，我就知道自己锻造出了伟大的作品。这不仅仅是暂时的锋利，而是刻入刀刃本身的极致锐利。他看着手中的杰作，嘴角微微上扬。系统面板在眼前弹出，白光大剑锻造完成，获得技能白光流。这把剑被评定为稀有等级，品质极高，注入魔力后锋力度会提升。李世勋看着手中的长剑，考虑到只用了普通铁矿，这种程度还算凑合。旁边的学员露出惊讶神色，他并未理会，回归前的那些技术正在一点点找回来。路人学员看着手中的剑，真是讨厌这种感觉，干脆退学算了。转眼到了周六早晨，莉亚走在街上说道：“真意外，你竟然想看我的附魔过程。”李世勋回应道：“我只是对你的基础感到好奇，这里人太多了。”莉亚继续说道：“别担心，我的工作室在偏僻的地方，你会不会觉得这里离市区太远了？难道你以为我的附魔技术是随随便便就能看到的吗？”李世勋跟在后方，两人穿过郊外的草地，两人来到阿卡库夫铁匠铺。莉亚推开门喊道：“我们到了，奶奶，我回来了。”海伦娜掏了掏耳朵，我还没聋。她打量着李世勋问道：“这小鬼是谁？你男朋友吗？”莉亚急忙摆手说道：“绝对不是，他是今年博尔西帕系最优秀的学员。他们在说什么呢？”海伦娜看着李世勋说道：“巴比尔真是没落了，竟然招这种看起来软弱的小鬼。”海伦娜站起身说道：“我是海伦娜，这位是李世勋，熔炼系1年级的新生。”海伦娜看向孙女说道：“别浪费时间了，快去干活，干完你才能走，因为这群新生这周的工作都堆成山了。”孙女无奈地回应道：“知道了，知道了。”海伦娜伸出手指向后方：“跟我来工作室吧。”李世勋跟在后面，看着屋内的陈设，那个老女人，她的实力比我想象中还要更强。李世勋环顾四周，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在这种地方开一家五金店。莉亚指着桌子说道：“这是附魔调色盘，里面的粉末都是由魔力石墨碎制成的。”李世勋看着那些粉末，听说标准只有8种颜色，但他这里的种类相当丰富。他看向对方问道：“工作内容是用这些修复受损的附魔公式吗？”莉亚打了个响指说道：“答对了，这样我既能赚钱，又能练习附魔，还不用担心材料成本。”莉亚拿起画笔，蘸取调色盘中的金色粉末，她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，笔尖带着流光，精准落在平底锅底部。随着最后一笔落下，复杂的附魔公式瞬间亮起，散发出耀眼的白光。公式与锅底完美融合，附魔成功激活。李世勋看着忙碌的两人，听说这里陷入了低谷，我才特意过来看看。那个男人每次考试都失败，甚至连系主任的位置都保不住。现在亲眼看到这一幕，我终于明白了陷入低谷的原因和解决方法。他转头看向莉亚，他正全神贯注的工作，完全屏蔽了外界。能够这样全身心投入，本身就是一种才能。李世勋露出一丝微笑，转身走向一旁。李世勋看着箱子里的物件，这东西能与魔力回路共鸣，从而赋予特殊效果。手确实有点痒了，很久没刻画白光了。海伦娜站在身后说道：“试一试吧，如果你有能力的话，从那边堆里随便挑一个。”李世勋看向他回应道：“你还真是会使唤人，不过既然能用到那种级别的定制魔石，倒也值得一试。”李世勋从桌上拿起一把短刀，海伦娜看着他问道：“你要选那一把？”他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刃口完美对齐，轴心没有任何扭曲，感觉这把刀的主人是个真正懂剑的人。至于魔石，我要选魔力粒子，压缩最均匀的那一块。如果是这个人的话，就算我把刃口磨到绝对的极限，应该也能运用自如。”李世勋手持短刀，在魔石上节奏均匀的推拉。海伦娜在一旁默默注视，他真的是今年才入学的新生吗？莉亚举起平底锅喊道：“大功告成！”他转头看到身后的老人，惊讶地问道：“奶奶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”海伦娜没好气地回应道：“谁知道呢？你这臭丫头！”莉亚凑过来调侃道：“看来你是想找后辈的茬，结果反而被他的技术给震慑住了吧？”海伦娜反手弹向孙女额头，闭嘴！莉亚惨叫一声，眼镜都被弹飞了。海伦娜转头看向李世勋：“你弄完了吗？”李世勋收起短刀：“这个嘛，虽然现在只能做到这种程度，但下次我会做得更好。”海伦娜看着那柄短刀，沉默片刻说道：“行了，你们两个都给我出去吧。”莉亚拉着李世勋快步走出房间说道：“他又在无理取闹了，我们走吧。”海伦娜独自留在屋内，盯着桌上那把短刀。大门被猛地推开，一名条纹西装男闯入，大声喊道：“大姐，你是在忙着熔炼吗？”海伦娜皱起眉头说道：“小声点。”西装男挠着头回应道：“我这儿有一堆订单，急着要用，那把菜刀在哪？”海伦娜冷哼一声说道：“你打算什么时候关掉那家餐厅？”堂堂剑术系主任教授，竟然整天不务正业。教授有些恼火地回应道：“别随便插手别人的爱好。”他在桌上翻找着，惊喜地喊道：“啊，找到了！”教授拿起那把短刀，脸色却突然一变，他盯着刀刃问道：“大姐，你又是喝醉了磨的吗？”海伦娜双手抱胸说道：“我可没动过那把刀。”教授疑惑地问道：“那是你手下的助教吗？他们的水平进步很大呀。”海伦娜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是一个新生。”教授愣在原地问道：“什么？”海伦娜转过头：“我说是一个今年刚入学的新生磨出来的。”教授看向窗外，陷入了沉思。那个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李世勋走在阳光下，神情淡然。李世勋走在校园里问道：“五金店的那位老奶奶，以前是冶金系的教授吗？”莉亚回应道：“
是的，他5年前退休了，在阿卡库普开了一家五金店。李世勋继续问道：“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吗？”莉亚回应道：“据我所知，没什么特别的。不过过去10年间，确实有很多教授离开了冶金系。”李世勋停下脚步，问道：“真的吗？未来冶金系会成为巴别塔最弱的部门，这件事绝不能掉以轻心。”莉亚凑近问道：“更重要的是，我的附魔怎么样？”李世勋回应道：“你的基础很扎实，很难挑出毛病，确实很不错。”莉亚笑着回应道：“哎呀，也没那么夸张了。”李世勋看着他说道：“但你的思路太狭隘了。”莉亚愣住问道：“什么？”李世勋继续说道：“你明明想到了更好的方法，却并没有去使用它。”莉亚后退一步问道：“你怎么可能知道？”李世勋严肃地回应道：“不知道可以通过学习解决，但知道却不去执行，这才是真正的问题。创造者的想象力既是武器，也是天赋，而你正在压抑它。”莉亚低声问道：“你觉得我不知道这一点吗？”李世勋从怀里掏出东西：“我的时间不多，接下来的演示看好了。”莉亚握紧短剑，露出疑惑的神色。李世勋继续说道：“如果让你在水面下放一块石头，锻造就是创造那块石头，并把它放在那里。而附魔是在水面上刻画出那块沉默之石的影像，这就是为什么附魔具有类似于梦境的本质。”李世勋挥动剑刃喊道：“红莲！”剑身燃起炽热的红光，白光流转。莉亚睁大眼睛看着眼前的刀刃。李世勋继续讲解道：“强化不应只停留在表面，而要深入武器的内部。如果一层不够，就将其分成多层。”他握紧短剑说道：“如果你这样做的话。”李世勋甩手掷出短剑，短剑精准刺入树干，剑身微微颤动。李世勋看着树上的短剑，这还称不上是真正的附魔，但如果是真的，天才即便在犹豫时，也会开辟出前进的道路。莉亚猛地转头喊道：“学弟，那个借我用一下。”他冲上前，用力摇晃着李世勋：“我会把它重新制作好，再还你，拜托拜托。”李世勋无奈地从包里掏出东西：“我不介意，既然你要拿走的话，把这些也带走吧。”莉亚举起短剑，欢呼道：“谢谢你，我爱死你了！”李世勋站在原地，看着那个远去的背影，正在提取目标连接，与创造者李世勋的连接等级为1级。他露出一丝苦笑，说道：“真年轻啊，今天终于见到了传闻中的3猎犬之一，年轻的疯狗与灭绝魔神之间的战斗，比起那些更重要的是。”李世勋问道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埃里卡贴近说道：“跟着你。”李世勋无奈地问道：“如果我让你走，你会走吗？”埃里卡回应道：“我会走的，我可以在远处看着你。”李世勋看着他：“你会才怪。”李世勋迈步走进大厅：“算了，我们进去吧。”系统面板浮现，连接目标井上埃里卡，社会接触时等级高，连接目标对亚克劳德尔，混合爆炸催化剂等级高，品质越高。竞技场内人声鼎沸，蓝方站在高处喊道：“巴别塔的新生们，欢迎来到武道系的骄傲排名赛现场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，武道系最年轻的教授蓝方。”他对着镜头比出手势。那么，让我们介绍今天的参赛者。聚光灯瞬间打向场中，蓝方继续宣布道：“第1位选手。”蓝方站在高处喊道：“阿卡库普4年级首席，迈尔斯家族的继承人。那个家族以持续培养 S 级英雄而闻名。”他指向场中，继续宣布道：“连续3年蝉联武道馆第1，刷新纪录的完美超人，现役 A 级英雄，我们的冠军，征服了英雄之塔的圣剑大师艾莉亚。”艾莉亚站在场中央，迎接全场的欢呼。蓝方继续喊道：“接下来是今天敢于挑战冠军的第1位选手，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炎轮枯花枪的继承者。”枪术系3年级首席，武道馆排名第10的明日之星。李世勋看着场内的身影，嘴角微微上扬：“我们终于见面了。”蓝方高声宣布道：“连城河！”连城河踏入场中，猛地挥动手中长枪，他压低重心，长枪如火龙般横扫，枪尖划破空气，卷起炽热的红焰，枪影与剑光正面碰撞，火星四溅。艾莉亚单手持剑，身姿优雅地站在场中。连城河挥枪猛攻，枪尖与细剑剧烈碰撞，爆发出耀眼的火光。他被震退数步，咬紧牙关说道：“切！”连城河再次握紧长枪，枪身燃起熊熊烈火。艾莉亚微微侧头，琥珀色的双眸透出寒意。他挥剑斩断火焰，红莲在空中炸裂开来。连城河从空中跃起，挥动燃火的长枪，重重砸向艾莉亚。艾莉亚轻巧的侧身，避开了致命一击。李世勋在看台上注视，即便考虑到年纪，那也低于标准。难道作为炎轮枯花枪的继承者，他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吗？有很多事情让我困扰，但最大的问题是那把武器。连城河落地后再次冲锋，哈！他猛地掷出长枪，枪尖划破空气，直逼对方咽喉。连城河看着抵在喉间的剑刃，低声说道：“我输了。”艾莉亚收起细剑，辛苦了。蓝方举起麦克风喊道：“比赛结束，胜者是艾莉亚。”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。接下来本该是采访环节，但连城河选手因故先行离场。他看着空荡荡的赛场，立刻挑战第9名。对我来说也太难了。蓝方在台上喊道：“要用问答环节来填补时间吗？”连城河提着长枪，一言不发地走下赛场。李世勋看着他的背影，那家伙心情很差啊。他转身准备离开看台，埃里卡跟在身后问道：“不看完就走吗？”李世勋头也不回地回应道：“我不喜欢那种类型。”他看向远处的艾莉亚，他很烦人。李世勋头也不回地走远。埃里卡注视着他的背影，至少他不是来看我哥哥的，但他为什么这么生气？艾莉亚站在赛场中央，一个有趣的新生，也许真的有那么一个人。武道馆附近的公园，连城河盘腿坐在台阶前，李世勋走近，看着眼前的男人，
活生生的连城河。虽然他曾是敢死队的中流砥柱，最后为了击败大恶魔而牺牲，既然他还没走上绝路，也许这次能和平拿到清河石。连城河侧过头问道：“你在看比试吗？”李世勋回应道：“算是吧。”连城河站起身说道：“能找到我，你有点本事。”他突然愣住说道：“等等，你波西帕系的首席学生在这里做什么？”他为什么会这样反应？李世勋回应道：“我希望能和你谈谈。”连城河冷冷地说道：“滚开！”李世勋回应道：“学长，这场谈话对你也有好处，请听我说。”连城河打断道：“既然你似乎不明白，我只说一次，我讨厌弱者，尤其是那些一事无成的人，凭着平庸的天赋就想和我平起平坐。所以不管你想说什么，忘了他回家吧。”李世勋回应道：“铁匠，比起他那段疯狗般的日子，现在已经很绅士了。看这态度，靠语言是没法解决了。”李世勋抬起右手，掌心凝聚起耀眼的红光。连城河转过身说道：“看来你没有退缩的意思。让我告诉你一件事，炎轮残镜枪的传承会因为你而终结。”他周身燃起红色斗气，眼神变得冰冷。李世勋站在原地，冷静地注视着对手。连城河身形一闪，瞬间冲到李世勋面前。他挥动右臂，带起一阵凌厉的风压。连城河挥出重拳，拳头裹挟着红色气流。李世勋面无惧色，双手在胸前合十，掌心迸发出耀眼光芒，正面迎向攻击。清河印记钢铁搜寻者正在激活，连城河的重拳被震开，爆发出一阵强光。他挡住了我注入魔力的拳头。看来他这个首席学生不是浪得虚名。连城河稳住身形，注视着前方的少年，也许他确实值得一谈。这就是炎轮残镜枪真正的力量。连城河握紧拳头说道：“这就是你的终点。”他全身爆发出烈焰，从空中俯冲而下。李世勋抬起手臂，正面迎接冲击。巨大的爆炸声响起，火焰瞬间吞噬了两人。巨大的冲击波扩散，地面瞬间崩裂，浓烟四起，遮蔽了周围的视线。李世勋拨开身边的烟雾，轻声吐了一口气。连城河满脸不可置信：“什么？残镜应该只对我的魔力有反应，为什么他们会在他手里？难不成被招架并夺走了？”连城河瞪大双眼，死死盯着前方。原本属于他的魔力，此刻正顺从地环绕在对手身边。李世勋面无表情，任由红色残镜在指尖跳跃流转。这种对魔力的掌控力，已经完全超出了连城河的认知。这家伙要失去理智了。连城河周深斗气狂涌，双眼因愤怒而变得通红。焰火门的惨案，大概就是因为这种脾气才会发生的。连城河发出一声怒吼，猛地挥动手臂，一道巨大的半月形弧光带着毁灭的气息向前方横扫而去。李世勋侧身踢向对手，将连城河重击退。钢铁搜寻者的效果快要结束了，身体也快到极限了。既然和平沟通已经不可能了，那就只能彻底击溃他。李世勋握紧拳头，正面迎向连城河挥来的重击。半空中爆发巨响，强烈的冲击波席卷了整片区域，落叶被气流卷起，在空中四散飞舞。连城河稳住身形，落在地面上。刚才的正面交锋让他意识到对手的实力非同小可。一只手突然伸出，死死扣住了连城河的手腕。连城河发出一声闷哼，攻势被强行中断。李世勋看着挡在身前的人，露出惊讶的神色：“杰克·迈尔斯。”连城河死死盯着杰克，沉声问道：“你知道博尔西帕系首席学生的事吗？”杰克回应道：“是的，算是知道一点。”连城河沉默片刻，松开了手，冷冷地说道：“走吧。”杰克如获大赦：“是，先生，明白了。”他转过头，拉住李世勋的胳膊：“世勋，我们快离开这里。”李世勋被拉着向后退去。记好我刚才。杰克急忙打断道：“别废话了，快点走吧。”两人匆忙穿过树林，消失在视线尽头。连城河独自站在空地，我失去了冷静，竟然挥出了那一拳，差点让炎轮残镜枪和师傅的名声受损。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掌。李世勋，杰克焦急地问道：“你在想什么？竟然和那位学长打架？如果我没阻止你，你可能会死的。”李世勋双手插兜：“死？别开玩笑了。”杰克疑惑地问道：“什么？”李世勋平静地说道：“只是有点危险而已。”半空中浮现出淡蓝色的系统界面，与目标连城河已建立连接。接下来是亲和力提取，但我认识的版本是那个疯狗连城河。如果他现在这么软弱，亲和时的效果可能会发生改变。我得想办法提高连城河的好感度。李世勋侧头看向身边的杰克，顺便说一句：“这家伙看起来也挺有用的。”他开口问道：“你的手没事吗？”杰克大笑着回应道：“没事，我的手比身体其他任何部位都结实。”手挺硬啊。李世勋走在街道上，杰克凑过来严肃地问道：“更重要的是你在竞技场里对我姐姐说了什么？”李世勋随口问道：“你是说艾丽亚？”杰克点头道：“对。”李世勋回应道：“没什么特别的，就说她有点混蛋。”杰克大惊失色，难怪姐姐一直在问那些奇怪的问题。我姐姐竟然真的对你产生兴趣了。李世勋面无表情回应道：“在那么吵的看台上，你居然能听到这种话，耳朵可真灵。”杰克捂住脸说道：“求你了，快闭嘴吧，姐姐可是 S 级英雄。”李世勋看向远方，只是有点兴趣而已，这正是我想要的。连城河最大的执念，大概就是打败艾莉亚。如果我能得到他对手的关注，我的存在感自然会变得更强。杰克叹了口气说道：“你别太掉以轻心了，你根本不了解他。姐姐其实是……”李世勋打断道：“心胸狭隘又爱算计，对吧？”杰克吓了一跳，支支吾吾的回应道：“那倒也。”李世勋转过头问道：“他到底做了什么，让你这么讨厌他？”原来这把剑也没什么特别的，我只是单纯讨厌他那张脸而已。
某一天，圣剑士不告而别，彻底销声匿迹，取而代之出现的是手持魔神残骸、化身为剑的怪物——灭绝之光的魔神。李世勋嘴角微扬，他挥了挥手说道：“我先走了。”独自走向街道深处。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手机屏幕亮起，姐姐发来信息说道：“我交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朋友，以后我会经常向你打听他的消息。”杰克脸色苍白，这是你那个心胸狭隘又爱算计的姐姐拜托你的事。杰克僵在原地，他全听到了。也就是说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当中间人了。杰克低声叹息，甚是该死。第二天早晨，巴别学院讲堂，李世勋坐在座位上，按住酸痛的肩膀。昨天对付连城河时，确实有点用力过度。汉斯小声说道：“交流赛的日程很快就要定下来了。”讲堂大门被推开，李斯多巴坐着轮椅冲进教室，大喊道：“大家注意！我是李斯多巴，接下来的2周由我负责专业课，科目是属性锻造。”学生们低声议论，那就是传闻中那个著名的疯子教授。李斯多巴拿出一叠纸，开始上课前先发放上周的作品评价表，还有第1学期的预算，叫到名字的一个个上来领。大卫，一名学生起立应答。是。李斯多巴翻开最后一页，抬起头说道：“最后一位，李世勋。”李世勋站起身，走向讲台。李世勋走到讲台前，我能拿到多少预算？汉斯看着他的背影，他拿到的钱大概会是我的3倍吧。李斯多巴抬起头说道：“你现在还没有预算？”李世勋愣了一下，问道：“什么？”李斯多巴推了推眼镜，说道：“你的作品完成度太高，我们决定把它放进周3的2年级拍卖会，预算将根据最终成交价来决定，所以再等等吧。”李世勋陷入沉思，这是副院长迈克尔搞出来的名堂吗？竟然单独抽出来拍卖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金仁哲教授应该会出面阻止才对。他点头回应道：“明白了。”李斯多巴转向全班说道：“今天我们要处理残留魔力的问题，另外有一位学员自愿来协助这堂课，进来吧。”教室门被推开，沉重的脚步声传来。李斯多巴介绍道：“你们的临时助教来自炎火门的3年级生连成河，为什么那个前辈会出现在这里？”李斯多巴敲了敲扶手说道：“要是你们在学习时也能有这种好奇心，那就太好了。”介绍到此为止，在开始练习之前，先理清概念。制作武器时，残留魔力主要分为2种形式，第一种是基础的充能型，第二种是独立的自发型，它能自行产生魔力，或从空气中吸收。李斯多巴继续说道：“两者各有优劣，但自发型制作难度要大得多，因为构建魔力核心没有固定标准，它会随着材料、技术和制作者的魔力而发生改变。所以你们今天先从充能型开始。”助教连成河走上前，伸出右手，指尖燃起红色魔力。李斯多巴解释道：“火属性魔力具有极强的挥发性，使用起来非常棘手。如果能压制这种特性，它的持续力会非常出色。就像助教现在展示的炎轮绽放枪，连成河周身环绕着3道炽热的火环。”学生们低声惊叹道：“竟然能把火属性魔力控制到这种程度，我在熔炉里控制它都觉得费劲。”李斯多巴拍了拍手说道：“既然有这么优秀的助教，大家就好好利用。下周4交作业，主题不限，但必须符合这个主题。现在去锻造室，动作快点，别忘了换上实验服。”李斯多巴转动轮椅，带着连成河离开教室。汉斯猛地站起身，这是我的机会，能和连成河前辈搭上话的绝佳机会。他快步追了上去，伸出手喊道：“前辈您好！”汉斯跑上前说道：“我是汉。”连成河冷冷地打断道：“滚开！”汉斯缩起脖子，灰溜溜地走开了。教室内只剩下2人。连成河看着正要出门的背影说道：“李世勋，你对我了解多少？”李世勋停下脚步，没有回头。我听说炎轮绽放枪的等级是根据能维持的火环数量来衡量的。现任炎火门门主 A 级英雄李元龙，最高纪录是8个火环。你刚才只展示了3个，但看起来游刃有余。如果你全力以赴，应该能同时维持6个。李世勋继续向前走，所以你想说什么？李世勋停下脚步说道：“你曾经达到过7个火环的境界，对吧？”连成河猛地僵住。李世勋继续说道：“但从某天起，你突然无法再维持那个状态了。”连成河瞳孔微颤，这件事我连门主都没有告诉过，他到底是怎么知道的？李世勋侧过头说道：“我对火焰还算有天赋，看着你操纵火焰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就像你明明拥有充足的储备，却无法让它彻底爆发，只能漫不经心的随手挥洒。”连成河咬紧牙关问道：“你知道原因吗？”李世勋回应道：“大概能猜到一点。”但他随即转过身，继续向前走去。不过我没理由告诉你。连成河愣在原地，难以置信地问道：“什么？”他看着李世勋的背影，终于妥协道：“开个价吧，你想要什么？”李世勋停下脚步说道：“首先，你要为每一条建议支付合理的报酬。”他接着竖起第2根手指。“其次，当你遇到难以决断的事，必须来找我商量。在到达锻造室之前，给我你的答复。”连成河停下脚步，看着前方那个比自己矮1头的后辈，他咬紧牙关回应道：“我答应你，只要你能拿出让我信服的证据。”李世勋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自信的笑容。连成河神色凝重说道：“我来做。”李世勋微微侧头回应道：“只要你能证明的话。”下午，锻造铺内人声嘈杂，旁观者纷纷议论道：“连设计图都不画吗？难道不需要确认吗？”李世勋站在炉火前，火元素矿石与暗元素矿石比例为7:3，他将矿石投入炉火，火焰瞬间升腾。旁观者继续质疑道：“就这样直接投进去，属性魔力会消散的。”旁观者疑惑地问道：“学院第一为什么要那样做？”
李世勋盯着炉火，加热到属性魔力外溢为止，调整火焰与魔力，让矿石锁住属性魔力。热环束缚，矮个子老者露出金色，他已经在使用热环束缚了。难怪金仁哲兄弟同意在公开拍卖行出售作品。李世勋嘴角微微上扬，在别人眼里这只是普通的热环束缚，但连城河看到的绝对不同。仔细看好了，李世勋踩下风箱，将向外扩散的火元素魔力推向内部，将向内钻入的暗元素魔力拉向外部。这样一来，两种相反的属性。连城河看着眼前的景象，原来如此。第二种属性魔力，因为会干扰炎轮绽放枪，我被禁止使用，我的境界跌落到了5轮。连城河惊讶地问道：“什么？”李世勋展示着手中的黑色火轮，我完成了黑炎轮，但目前还没有容纳6轮的气量。不过5轮黑炎轮的威力比普通的7轮更强。连城河闭上眼叹了口气，炎火门会定期派教官检查在外修炼的继承人，而且如果跌破6轮，就会被剥夺继承人资格。连城河急切地问道：“那如果我按照以前的方式？”李世勋打断道：“那也不行。”连城河看着失控的能量，我无法控制暗元素魔力了。如果失去继承人身份，会被立刻逐出家族。李世勋问道：“那个教官什么时候来？”连城河回应道：“明天，必须在1天内找到能用的办法。”李世勋伸手搭住他的肩膀说道：“你如果为了保住继承权，让你做什么都愿意吗？”连城河点头回应道：“我愿意。”李世勋露出笑意说道：“很好，首先我们要换掉你的武器。”他手中凝聚出赤明黑石，红黑色的魔力在掌心共鸣。连城河走进宽敞的房间，说道：“这是阿卡库夫的私人训练室，只有前100名或前30名教职员才有资格使用这里。”李世勋跟在身后，听听这炫耀。连城河伸手触碰虚空中的屏幕，你可以随意更改这里的环境，甚至能进行微调，场景瞬间变换。炎火门的牌匾出现在眼前。炎火门，觉得怀念吗？连城河看着熟悉的建筑说道：“这是师傅传给我的，我会不时用它来练习。”李世勋看着眼前的景象说道：“那么，先从训练工具开始吧。”他指尖捏住一颗赤红矿石，魔力在指缝间剧烈摩擦，发出清脆的鸣响。矿石表面浮现出复杂的数据。李世勋将2把短枪递过去，说道：“完成了。”连城河接过短枪，用1把长枪都很吃力了，竟然要用双枪。李世勋指着武器解释道：“这样处理2种属性会容易得多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的左手负责形成炎轮，右手负责释放暗元素魔力。”连城河握紧双枪问道：“只是释放出来吗？”他闭上双眼，感受体内流动的魔力。突然，连城河猛地挥动短枪，赤红的火焰瞬间炸裂，暗紫色的魔力缠绕其间，狂暴的能量在空中划过，留下刺眼的弧光。连城河停下动作，看着手中的武器问道：“刚才那是怎么回事？”李世勋看着连城河的手臂说道：“这意味着你无意识间让暗元素魔力流向了左手。多种属性魔力释放时混合在一起是很正常的，但你的情况纠缠得太严重，导致他们在互相拖累。那是因为你一直以来只是在强行压制暗元素魔力。如果你能习惯同时处理这2种魔力，很快就能回到6轮境界。”他将一件护具递给连城河，把这个也带上训练。连城河接过护具，装备在手腕上。李世勋看着他手中的长枪说道：“真是个不错的东西。”3小时后，训练场内火光冲天，连城河身形如电，在烈焰中反复挥舞长枪，红黑交织的魔力随着枪尖划出狂暴的弧线，每一次突刺都带着撕裂空气的轰鸣。李世勋站在场边注视着，他适应得很快，或许是因为这套训练方法出自未来的他自己，效果出奇的好。就让我看看未来的你到底有多强。呼吸频率、肌肉运动、重心的偏移，以及贯穿全身流向枪尖的魔力波长。连城河停下动作问道：“你为什么那样盯着我看？”李世勋双手托腮回应道：“我在收集数据，为了给你制作合适的武器，这些是必须的。”连城河侧过头说道：“别抱太大期待，这只是本周的作业而已。”他小声嘀咕道：“谁会对1年级生做的武器抱有什么期待呢？”李世勋站起身说道：“总之，你一定要保住继承人的位置吗？”连城河沉默片刻，回应道：“师父希望我能成为门主，作为他的弟子，我必须遵循他的意愿。”S 级英雄炎火门首任门主连振炫，他收养了孤儿连城河，并将其抚养长大。连振炫虽然他因伤退休后失去了真正的力量，但作为师父和父亲，他在这家伙心中依然拥有绝对的影响力。李世勋看着连城河，2人的羁绊正在加深。连城河转头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要帮我？”李世勋拖着下巴：“我打算踏入那6道魔域，那是被魔君吞噬的沼泽，如今到处都是怪物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我需要能保护我的人，也需要能为我提供武器材料的人。”李世勋看向连城河说道：“作为炎火门的下任门主，你的实力和财力应该都不错吧？”连城河露出无奈的神色，回应道：“真是够现实的。”李世勋理所当然地说道：“那是自然，我们才认识多久？你以为我是在做慈善吗？”连城河握紧手中的长枪：“你确实说过，得到你的帮助是要付钱的，帮我成为炎火门门主吧，那我就陪你去那6道魔域，为我打造武器吧，我会为你斩杀魔神。”李世勋露出一丝笑意：“你不会后悔吗？”李世勋举起赤明黑石说道：“现在已经太迟了，就算你求我停下，我也会把你推上门主之位。”赤红的矿石散发出狂暴的魔力波动，羁绊刻印，赤明黑石正在激活。弗拉维姆一层竞技场，江贤恩走上前说道：“好久不见了，少主。”连城河看着远处的弟子：“他们是谁？”弟子回应道：“他们是门主亲自选拔的，说是通过与您切磋，能让他们大开眼界。”
江贤恩笑着说：“毕竟您是门主之后最优秀的接班人。”连城河眼神冰冷的打断江贤恩教官：“下一任门主还没定，注意你的言辞。”江贤恩掩嘴笑道：“抱歉，是我失言了。那么要开始技能测试吗？”连城河冷冷回应道：“不。”连城河站在场中说道：“我要申请7轮晋升。”江贤恩面露惊色，那个只知道修炼的疯子，竟然妄想坐上门主之位。江贤恩看向连城河说道：“如果想晋升7轮，就必须与主家教官对练，你应该考虑一下。”主家的进献长老连城河冷冷打断道：“你话太多了，是怕丢掉教官的位置吗？把我的枪拿来，现在就要！”江贤恩咬牙冷笑：“这次7轮晋升将以领域决斗的方式进行，规则很简单，就是纯粹的力量碰撞，火焰轮更强的一方获胜。”连城河握住长枪，想要晋升，你必须获胜或者平局。那么开始吧。连城河交叉双枪，黑色火焰冲天而起。江贤恩掩嘴笑道：“双枪真是粗俗的武器。你忘了门主的命令吗？要你压制暗元素魔力，那种肮脏的火焰永远不会被认可为真正的火焰轮。”连城河周身环绕黑岩，等碰撞之后，自然会见分晓。江贤恩挥动长枪，咬牙说道：“你会后悔的。”两股力量正面撞击，爆发出剧烈轰鸣。李世勋注视着战场，黑色火焰如野兽般疯狂撕咬着红色火轮。江贤恩惊呼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连城河的身影在黑岩中若隐若现。江贤恩看着自己的火焰正在被迅速吞噬，不是在被嚼碎。江贤恩的长枪发出哀鸣，枪身出现无数裂纹。江贤恩的长枪断裂，跪倒在太极阵中心。连城河收起长枪说道：“太粗糙了。”李世勋看向连城河，接下来要做什么？连城河回应道：“等晋升仪式结束，我就是炎火门的教官，也是正式继承人。”李世勋继续问道：“那要怎么成为门主？”连城河竖起2根手指，有2个条件，第一是达到8轮境界，第二是获得多数教官的认可。李世勋捡起地上的断刃，就算你达到了8轮，真的能得到那些人的认可吗？连城河握紧长枪说道：“我会通过决斗逼他们交出认可，只是不会像今天这么简单。”李世勋走在旁边回应道：“那应该不会花太长时间，你倒是说得轻巧，我是真心觉得你能做到，看看今天的成果就知道了。比起这个，你该担心怎么支付报酬。”连城河沉默片刻说道：“这次的账单直接告诉我你需要什么，现金或者材料，只要在我能力范围内，我都会弄到手。我还有一个请求。”李世勋停下脚步：“这么快就有新要求了？”连城河举起手中的长枪，这把枪虽然还凑合，但终究只是我为了交作业借来的。如果你几小时就能做到这种程度，我很期待你下次会锻造出什么样的枪，下次带一把真正值得我使用的武器来。李世勋看着他的背影，他刚才说什么？系统面板浮现，目标连城和好感度提升，目前等级为2级，随着好感度提升，你们的关系将更加紧密。系统面板闪烁，与连城河的关系已确立，目前状态为交易中。拍卖型内座无虚席，拍卖师走上台，感谢各位的久等。锻造系2年级常规拍卖现在正式开始。李世勋坐在观众席，看着周围的人群，以前没这么多人的，看来系第1名的头衔确实很有分，关注度这么高，想明着干涉就难了。那个叫迈克尔的家伙到底在策划什么？竟然想插手锻造系？拍卖师继续宣布道：“今天的主题是铁剑，共有36把代拍作品，我们还特别增加了质量验证环节。”拍卖师揭开幕布说道：“这是西景之由 S 级神兽白虎的皮毛熔炼后编织而成，它虽如丝绸般柔软，却拥有金属般的硬度，且具备极高的抗冲击性。”拍卖师挥剑斩向布料，火花四溅。正因如此，那些为了追求锋利度而牺牲耐久度的残次品，在他面前将无所遁形。拍卖师指向台下说道：“本次拍卖将以此布料筛选出真正的优等品，第1件竞拍品是约瑟夫学院的回声之刃。”李世勋坐在台下说道：“哦，这次准备的很周全。”埃里卡问道：“你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吗？”李世勋回应道：“很多人只知道白虎的身体非常强悍，但它的能力其实比想象中更复杂。白虎的皮毛会复制接触到的刃口，无论武器多锋利，都会被它削弱耐久度。”埃里卡思索着问道：“那白光大剑岂不是处于劣势？追求切割力的刀刃耐久度通常都很低。”李世勋微笑道：“没错，这显然是针对我和金仁哲教授的陷阱。如果剑在这里折断，教授的名声也会扫地，但那只适用于没被我好好锻造的武器。”拍卖锤重重落下，拍卖师喊道：“25号作品以400万韩元成交，接下来是最后一件36号作品。”全场目光汇聚在台上，现在开始测试由1年级首席李世勋所锻造的作品白光大剑。一道寒光闪过，大剑重劈向白虎皮毛。拍卖师保持着挥剑姿势，整个人僵在原地，全场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迈克尔猛地睁大眼睛，刚才大剑稳稳立在地面，剑身散发着幽幽蓝光，刚才发生了什么？